数百人的特警将一个男人重重抱，狙击枪已经瞄准男人的眉心。奇怪是，男人却一点都不慌张，更是脱下外衣，露出里面一整排的炸弹，扬言要炸毁整座学校。本以为是精神病报复社会，而然当警方试图劝导的时候，男人却要求见一个人，一个明天即将执行死刑的犯人。陈哥，你们是不是要打算跑？我告诉你没门，这四周全是狙击手，你敢有一点动作，我就毙了你！杨队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哪还有什么同党？终于见到你了，我们应该不认识吧？没关系，时间不多了，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住。还有不到10分钟就要世界末日了，你一定要早做准备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找警察或者科学家？你以为我没找过？否则我怎么会穿上这身衣服？我是从末日回来的，在那个世界没有希望，一切道路最终都通往绝望。我不想再看见那样的世界了，我不想再看见那样的世界了。对了，我叫陆军，我们以后会再见面的。说完，操，这人有什么大病吧？这是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？他怎么死了？是不是你把他推下去的？杨队，你看到我这样怎么推他下去？是他自己下去的。他说他叫陆军，是穿越者。他还说10分钟后就是世界末日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你他妈是跟我在这说胡言乱语，还穿越？还世界末日，小说看多了吧？留下一部分人解救人质，安抚学生情绪。小徐，咱们2个把他押送回去。陈哥就这样被押送回了囚车里。兄弟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杀人？其实现在的法律比之前宽松得多，如果认罪态度良好，加上自首，2审大概率会减刑到死缓，再好好劳改，通通关系，20年就能出来，到时候你也就50多岁。可是我嘎了8个人。这句话一出，徐威只感觉后背发凉。杨队，几点了？快12点了，怎么了？准确点，那个疯子对我说10分钟后是世界末日。我当时上楼正好是11点50分，也就是说中午12点就是他口中的世界末日。现在是11点59分48秒，怎么疯子的话你也信？时间一秒一秒的流过，囚车内部一片死寂。12点一到，我就说这是个精神病。你看12点了，末日呢？杨队，一会儿下班去喝点。可还没等杨正和回答，突然一个炸雷般的巨响传来，车撞在了路边的护栏上。巨响爆发的一瞬间，所有人都失去了5、6秒的意识。左侧几十辆车连续追尾，司机们还没恢复意识，一辆大货车迎面撞过来，连车带人被碾得稀碎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徐，快点给总部打电话，快！对，手机没信号啊！突然脸上一凉，下雨了。杨正和伸手一摸，却发现这个雨滴竟然是蓝色的。杨队，这雨不会有毒吧？我操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鬼东西？杨队，快回来，快！完了！就在杨正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一个极其雄壮的身影猛地撞过来。陈哥，你怎么出来的？小心！陈哥立刻转头，手臂蓄力。你他妈是人吗？别纠结了，你看天上那蝙蝠怪还没走呢。怪物再次俯冲下来，小徐，快跑！徐威崩溃的大叫，疯狂扣动手枪扳机，直接将所有的子弹全都射光，还在不停的扣动扳机。杨正和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出，正中怪物的翅膀。怪物的翅膀快速抖动，竟然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。离谱！这妖怪会说话！陈哥扫视一圈，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法廊。我去救人，你先过去。看见门口的卷帘门了吗？我们2个一到，你立刻将卷帘门拉下来。说着，陈哥快步对着怪物走过去。我瞅你妈！别傻看着，快点出去！好家伙，捅了马蜂窝了！陈哥头也不回，撒欢地跑。陈哥首先来到理发店中，直接抓住卷帘门往下拉。皮快门！几乎一瞬间，杨正和将卷帘门拉下锁死。谁？滚出来！怀孕的女人正在大门外疯狂地敲打大门。
而门内却有5个男人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点的声音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像是个人，怎么办？杨队，别忘了，今天袭击我们的怪物能够通过翅膀震动模拟各种各样的声音，说不定外面的求救声还有女人的哭泣声都是怪物引我们上钩的诱饵。杨正和原本就拿不定主意，被陈哥这么一说，心中越发的动摇。这时候敲门声越发急促，我把卷帘门拉开一条缝隙，看看外面的情况。如果外面的是人，咱们就让他进来；如果外面的是怪物，咱们几个合力，他应该也进不来。我说哥几个，你们冲什么风啊？干嘛非要管别人啊？万一在开门的时候有怪物冲进来怎么办？万一这个女的本身就是个怪物怎么办？我是警察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杨队，你是好人，救人心切，我们能理解。但用5个人的命，我要赌1个人的命，我怎么算这笔买卖都不值啊！人命不是生意，1个人要救，5个人也要救。突然从自己的衣服里掏出手枪。同志，警官好，咱们有话好商量，别拿枪啊！杨正和并没有将手里的枪指着众人，反而将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。杨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你们选择自保，我能理解。我这里有一个方案，一会儿你们把卷帘门拉开1尺，我去看看外面敲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如果是人，我救他进来；如果外面的不是人，你们把我推出去，然后拉上卷帘门。我虽然不济，但好歹也有100多斤，就算打不过怪物，也能喂饱他。我不拖累你们。杨队，你能当成刑警队长，应该也不容易吧？为了别人，把自己搭进去值吗？陈哥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为什么杀了8个人？我不认为这中间会没有任何原因。你认为你做的这些值吗？值，就算给我再选1次的机会，我一样这么做。那我认为我现在做的事儿也是值的。小徐，过来开门。徐威没办法，只能准备把卷帘门稍微拉起一点。杨正和刚打算探头出去看看，突然被陈哥一把拽回来了。陈哥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条命还是留着，带大家杀出去吧。你是好人，我陈哥佩服你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烂命一条。要是没这档子事，我明天8点多就要上刑场吃枪子。我不差这半天，我去。陈哥探出头，看见的并不是恐怖的画面，而是这个20多岁的女人。不仅如此，还大着肚子，应该是个孕妇。孕妇看见卷帘门开了，艰难地趴下身体，一点点地往里面爬。陈哥不敢多做停留，立刻缩了回去。杨正和立刻将卷帘门拉上，所有人都将目光放在这个孕妇身上。别怕，我是警察，能不能告诉我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孕妇一边啜泣，一边小声说着外面的情况。我叫杨婷婷，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。天空发生巨响的时候，我直接昏过去了。等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天黑了，大街上1个人都没有。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总之就是很害怕，挨家挨户的敲门求助。我足足敲了1条街，结果只有你们回应了我。没事，不用怕，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大家都累了吧？睡觉，明天我带你们去找大部队。有了杨正和的话，所有人都感觉安心不少，开始休息。第2天，大家都醒了过来。杨正和要带领大家去更安全的地方，却发现理发师不见人影了。大家极力寻找下，在厕所找到了理发师的裤子。窗户和门都未被打开。你们想不想过，还有一种可能？这个房间剩下的5个人里，有1个可能是未知的怪物。此言一出，恐惧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扎了根儿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说哥几个，你们见过怀孕的女人吗？看这姐们的肚子，怀孕应该有6、7个月的时间了。一般来说，这个时间段妊娠反应会很严重，头晕呕吐都是常事。可是你看她，整整1个晚上有吐过1次吗？我也感觉有点奇怪，外面是什么情况？都快世界末日了，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，可哪儿敲门？按照正常人的逻辑，在外面遇到危险，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回家。4个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杨婷婷的身上。妹子，我们也不为难你，现在的情况不明朗，你把你肚子上的衣服撩开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别过来！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一个女孩子？我怎么你们了？你别害怕，我们没别的意思，只是现在这个情况。总之，我以警察的名义保证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突然间，杨婷婷好似换了个人似的。好，你过来，我只告诉你1个人。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。我没事，她一个女人能把我怎么样？杨婷婷腹部的衣服刚被卷起来，杨正和瞳孔瞬间收缩，表情变得极为恐惧。在衣服下面竟然是一个肉瘤，肉瘤上突然出现一张脸，脸上的表情极其扭曲痛苦。
几个人都勉强认出，那竟然是理发师的脸。寄生肉瘤突然裂开一张嘴，一条黑色的舌头一样的东西从寄生肉瘤的嘴里喷射出来，直接贯穿了杨正和的胸口。一直唯唯诺诺小胖子掏出藏着的剪刀，一下子剪断了寄生肉瘤的舌头。陈哥抡起手里的理发仪，玩命的砸在杨婷婷身上。杨婷婷脸上也没有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，只是伸出手，不停地护着怀里的寄生肉瘤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小胖子握着剪刀冲过去，一刀插穿寄生肉瘤。一声惨叫之后，杨婷婷一动不动地躺在那。杨队，杨队，你醒醒呀！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呀，杨队？徐威不断摇晃着杨正和的身体，想要将杨正和唤醒，但是刚才寄生肉瘤的舌头贯穿了杨正和的心脏，神仙来了也没救。喂，那边的警察，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只看徐威已经快要崩溃了，手足无措。好了，指望不上了，是出去还是继续困在这里？当然是出去了。你肚子不饿吗？反正我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再这样下去也用不上有怪物把咱们吃了，直接就饿死了。陈哥走到卷帘门前，深吸一口气。你们疯了！外面指不定有多少妖魔鬼怪，门一开咱们都要死。这位警官，请你冷静一下，这地方已经不能带人了。你看地上的黑色液体，这些东西肯定有剧毒，液体是会挥发的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个空间里就全都是剧毒。你是在这里等死，还是跟着我们一起走？你要想清楚。徐威还没等做选择，陈哥已经将卷帘门拉开了。学校的窗户上出现一个向男人挥手的特警，但是当男人赶到学校的时候，特警竟然凭空消失了，学校更是一个学生和老师都找不到。更奇怪的是，上课的教室里连桌椅板凳一个都没有。怕也没用，来都来了，而且外面也不见得有多安全。你们两个过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只见墙壁上有一排小拇指粗细的弹孔，好似曾经发生过战斗。这地方有问题，先离开再说。可是外面也不一定安全啊，人应该都藏在楼顶或者高层，只要我们再往上爬2层，就一定能找到大部队，到时候我们就安全了。你想送死的话请便，我不奉陪了。陈哥，别忘了你还是囚犯。但我现在就是逃犯了，有本事过来抓我。徐威脸皮抽搐一下，我要是有这个胆子，早就动手了。开个玩笑，你们两个咋还生气了？等等我啊！三个人急匆匆地往楼下走去，很快就到了出口。只见他们进来时候的大门口，此时已经被数不清的桌椅堵得严严实实。我们不会是真的见鬼了吧？我们之前上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桌椅，一上一下最多3、4分钟，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将几百套桌椅摆放在这里？要不咱们3个把这些桌椅搬开吧，用不了多久的。三人正准备上前搬桌椅，突然堆积成山的桌椅摇晃起来，从最上面掉落几个桌子，在落地那一环变成了一堆肉块，那肉块不断向前挪动着。别傻看着了，跑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一团白花花的东西跳了进来，这团肉块开始膨胀，渐渐的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形，看上去像是学校的老师。这个怪物能变成他吞掉的东西，不仅那些桌椅板凳，是人也是。妈的，先干他！很快自制的长矛被怪物同化并吸入体内。我们绝不能碰到这些肉块，要不然我们的身体也会被转化成这个怪物的一部分，打不过炮。但门外已经密密麻麻站满肉块。拼了！如果这些东西连火都不怕，老子认了！陈哥点燃捡到的一块布，一路冲锋。果然，这些肉块感觉到高温，哗啦一下子全都退来了。很快，手里的火熄灭了，大门却被白花花的肉块堵住。小胖子看见墙边学校的平面图纸，我发现这栋楼不仅仅一个出口，教学楼后面紧连着的是学校食堂，旁边还有一条消防通道。跟我来！不到2分钟，他们就来到了学校食堂。食堂墙壁上全都是弹孔，不仅如此，后门竟然已经被炸塌了。操！我早就应该想到了，如果后门能离开，学校里的人早就跑了。就在他们3个全都意志消沉的时候，突然，陈哥身后发出了一个吱的声音，发出声音的竟然是一个冰箱。惊讶地发现，冰箱里竟然有一个小孩子。这孩子是肉块变的，还是幸存者？这应该是个人。理由很简单，肉块虽然能够变成人的样子，但是他们无法复刻人类的眼神。小弟弟，你说吧，我们不是坏人。这个小男孩胸口有一个校牌，上面有他的头像和名字。小孩子刚刚出来，陈哥对着陈乐乐的鼻子就是一拳，小孩被打得直翻白眼，鼻血就像2道喷泉喷出来。有血，这次真能确定他是人了。
乐乐对吧？叔叔是警察，告诉叔叔你是怎么活下来的。老师让我躲进冰箱里，告诉我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能出来。难道是和冰箱的温度有关？这温度，他通过温度定位，其实也不一定是低温，高温应该也行。他之前就很怕火。厨房里应该有很多可燃物品吧？大家一起找找。徐威和陈哥也开始翻找，不一会儿，他们找到了一些消毒酒精、一袋子面粉。面粉可以制作粉尘爆炸，我打算用这玩意儿炸开门口的那些肉块。一听到粉尘爆炸这几个字，剩下的2个人眼睛都亮了。一袋面粉不一定能够，我再去找找。徐威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地下室的入口，可就在他打开地下室门的一刹那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陈哥和小胖子听到尖叫声，急忙冲过来，整个地下室里竟然已经被那种浑浊的白色肉块挤满了。这不会就是那些怪物的本体吧？啊，怎么办？这玩意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直接烧了它。4个人一起将刚刚发现的医用酒精撒在这团巨大的肉块上。庆幸的是，这团肉块一直处于休眠状态。孙子用别了！呼的一声大火，将整个地下室都烧着了。肉块被烧着以后，瞬间清醒，肥硕巨大的身体才是疯狂扭曲。可是烧着烧着，这些白色的肥肉开始变得有金属光泽。妈的，把这点忘了！这玩意儿能转化成它吞噬的任何东西，火烧不了变成铁块的怪物，快跑！很快，撒在肉块表面的酒精就燃尽了，这块铁坨又慢慢的变回了肉块。这团肉块开始快速膨胀，瞬间冲破了地下室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这玩意儿是不是生气？小胖子和陈哥2个人跑得最快，徐威还背着陈乐乐，眼看后面的肉块越来越近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条子！徐威刚刚站起来，如同潮水一样的白色肉块宛如一张血盆大口，没有一丝犹豫，徐威抓起地上的陈乐乐。徐威的2条腿竟被白色肉块紧紧裹住，陈哥扑身上去了，抓住了徐威的手，想把他从白色肉块里拽出来。徐威的双腿已经被白色肉块同化腐蚀。我快算了，好紧张吧！别说了，我带你出去。走不了了，不走了，我挡住他，你们跑！徐威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一罐医用酒精，将酒精淋在自己的身上。没时间了，你是个隔人犯，别磨磨唧唧的，不差我这一个，快！陈哥掏出打火机，闭着眼睛将徐威点燃。一瞬间，徐威变成了个巨大的火球，直接挡住了冲过来的白色肉潮。陈哥不敢回头看，一手抓着陈乐乐，一手拽着面粉，玩命地往门口跑。散落在空气中的面粉颗粒接触到火源，其表面受热，产生可燃气体，再与氧气混合后生成爆炸性混合气体。成千上万的颗粒连续进行反应，就会变成威力巨大的粉尘爆炸。火的确烧不死这个怪物，但面粉的爆炸可以让这些肉块短时间内失去判断能力。我们必须趁着这个机会跑出去，机会只有一次。很快，整个大厅布满了粉尘。就是现在，快！陈哥咬紧牙关，纵身一跃，冲出大门。老子终于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陈哥转身去看小胖子的情况，这些畜生越来越多，彻底堵死教学楼大门。我到底在怕啥呀？我本来就是快死的人了。杨队、石警官、小胖子，你们都是好人，你们不应该死的，怎么最后反而是我这个混球活下来的？兔崽子，你自己走吧，越远越好。在这个世道，我也照顾不了你。叔，你要去哪？回去救人。学校的四周围停着很多警车，因为就在昨天，这个小学发生了一场炸弹案，那些炸弹拆除了，应该放置在警车里。他妈不信连炸弹也对付不了你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赶快回家呀，说不定你爸妈还活着。我不认识回去的路，每次都是我爸爸开车接我回。那你就在这等着，看见天上的太阳了吗？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，如果我还没出来，你就赶快跑吧。陈乐乐站在原地欲哭无泪，陈哥头也不回地向教学楼走去。这些肉块是有一定的智慧的，这次陈哥不是要离开，而是主动进去。这些触手竟然没阻拦，故意让开一条路让陈哥进来。胖子，你还活着吗？如果你还活着，就吱一声，要不然我要炸学校啊！这可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事儿。大厦里空空荡荡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算了，难得老子回来救你，你居然先走一步，不给面子啊！陈哥深吸一口气，
布置好了炸药、雷管和引线。哼，永别了，这个操蛋的世界，下辈子再也不来了。随后二话不说，直接点燃了引线。我不是让你跑吗？你咋回来了？你，陈哥一拳倒在小胖子的脸上，小胖子被打得惨叫一声，鼻血喷涌而出。是活的，是人，你没死，不对，没时间了。陈哥直接将小胖子扛在肩膀上，玩命的往外跑。我后背有火把，快，没时间了！陈哥吼道，他顺手将打火机递过去。不行，火把的火太小了，冲不出去。没时间了，赌一把冲！小胖子将点燃的火把扔向大门，门口的触手感应到高温，纷纷缩了回去，露出一个很小的洞。陈哥抓紧时机，飞速穿过小洞。陈乐乐还在门口等着，陈哥一把捞起陈乐乐，夺路狂奔，也不知道跑了多远，只听见身后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。那团肉块就算不被炸死，也被压在地上出不来了，总算是解决了。陈哥放声大笑，绝路逢生，这种喜悦谁能懂啊？就在这时，教学楼的废墟正在蠕动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上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都逃不掉了，这已经不是人类能对付的怪物了。刀枪不入，冰冻不伤，火烧不死。这玩意好像不会走路。我说咱们还要继续和他死磕吗？磕什么磕？还不快点跑！这种怪物还是留给军队处理吧。这个城市已经不能继续待了，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个城市。希望外面的世界是和平的。你呢？你是打算回家找你爸爸妈妈，还是打算跟着我们一起走？陈乐乐也没有别的选择，他这样的小孩子，如果没人保护，可能几分钟都活不下去。我跟着你们。两男一女进去医院，迎接他们的并不是护士，而是拿着小刀胖子。胖子看见孕妇，脸色阴沉，竟然要求孕妇当众将衣服撩起来。你干什么？别太过分！我们人妒不怕你。动手！怀孕女人尖叫一声，小胖子已经拎着刀走过去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别碰她，她怀孕了！你们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们。小胖子将刀架在女人的脖子上，女人吓得面无血色。小胖子伸手将她的衣摆撩开。安全是正常孕妇，吓死老子了！陈哥也松了口气。他们两个这一路上已经被吓坏了，看见孕妇的第一反应就是又有人被寄生肉瘤、寄生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袭击我们？小胖子没回答女人的话，反而问道：你们要去什么地方？这一路上还看见别的人了吗？我们要出城，你们呢？小胖子看了一眼陈哥，陈哥微微点头。双方沉默了片刻，开始相互介绍起来。中年男人叫赵可安，是一家小公司的经理，女人是他妻子，叫刘婉如。那个高中生是刘婉如的弟弟，叫刘飞。三人本来想开车离开，却发现所有的汽车都不能发动起来。叫我胖子吧，我是个无业游民。至于这位爷，我叫陈哥，嘎人贩。平常人一听到杀人犯这三个字，都会本能的感觉恐惧。刘飞却不屑一笑，根本不信陈哥的话。还杀人犯？我还是学校的扛把子呢。为了在天黑之前离开城市，陈哥将陈乐乐放在自己肩膀上，二人健步如飞。跟着他们的赵可安眼看着人就要没了，心里那个急。不用管他们。大哥，别误会，我们也走这条路。对了，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？这到底是咋回事？说着还递过来一根烟。看在华子的份上，陈哥也不好板着一张脸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内情，总之先离开这鬼地方再说。大哥，您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警察局寻求警察保护？警察现在自顾不暇，刚开始还有2个警察跟我们一起走，现在都熄了。赵可安一直认为陈哥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幕，所以打定主意跟着陈哥，肯定能找到安全的地方。别废话了，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离开这座城市。突然，陈哥停住了，举起拳头，小胖子立刻掏出新制作的长矛，警惕地来到陈哥身边。这是他们约定好的暗号，挥拳头代表进入战斗状态。怎么？有只兔子拦路。都在这候着干什么呢？不就是一只兔子吗？你们不走，我走。说着，他打头阵，大步往前走。陈哥想要伸手去拽刘飞，但被小胖子拦住了。好良言难劝，该死鬼！我们能救他一次，还能救他一辈子。小飞，你快回来！刘婉如突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一道巨大的黑影突然从地下钻出来。
你们看清楚刚才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吗？我看到一点，不过不敢确定。从地下冲出来的东西，好像是一条大鱼。你确定？你确定有一条鱼从地下冲出来了？这他妈的不科学！刚才那只兔子消失了，会不会根本不是为了吓唬我们，而是为了警告我们前方有危险？结果被我们无视了。可安，你能不能想办法把小飞救回来？这孩子不听劝，搞成这样子，能怨谁？刘婉如看着自己亲弟弟奄奄一息，自己却无能为力，忍不住哭起来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将目光投向陈哥和小胖子，希望他们两个能帮忙。然而这两个人直接无视他的眼神。婉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还怀着孩子呢？你们袖手旁观，我能理解。小飞和你们本来就没什么关系，我不能强求你们去救他，但是他是我亲弟弟，我必须去。刘婉如捂着大肚子来到弟弟身边，轻轻摇晃弟弟的身体，突然感觉脚下一黑，一股寒意涌上心头。刘婉如知道刚才咬掉弟弟胳膊的那个怪物来了，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地下窜出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陈哥捡起旁边的板砖，猛地砸向鲨鱼的眼睛，板砖竟然直接穿透了鲨鱼的脑袋。但即使如此，这一板砖还是影响到了鲨鱼的视线，让鲨鱼的攻击从刘婉如的身旁划过。开玩笑吧，元素化。陈哥突然意识到了很重要的事情，从地下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块石头，随后他将石头丢到了远处，石头和地面发出了轻微的碰撞声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大鲨鱼再次从地下冲上来，一口将石头吞下去。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，看来咱们两个想到一块去了。男人身上饱满了矿泉水瓶，每跑出6秒都会停下来往远处扔一瓶矿泉水。而男人做这一切的原因是他们的脚下正有一只虎视眈眈的鲨鱼，只有靠着瓶子掉落在地上的震动吸引鲨鱼的注意，他们才有机会冲到画江大桥上。大家准备！几乎就是一瞬间，一条巨大的黑影从地下窜上来，一口将矿泉水瓶吞下去。好，这条鲨鱼能够在土里游泳，但画江大桥下面是空的。陈哥在赌这条大鲨鱼没办法来到桥上。跳！瞬间，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，屏息凝神。只见混凝土的路面下，一只鲨鱼鳍悠哉悠哉地往众人这边游过来，每一个人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。可任何人终究是不一样的，并不是每个人在危险中都能保持冷静。赵可安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。终于，那条大鲨鱼来到了他的脚下。这一刻，赵可安的精神彻底崩溃，一边大叫，一边往大桥的方向狂奔。别跑，他看不见我们。远处的刘婉如看见自己丈夫死得这么惨，当即哭起来，但是又不敢哭出声，死死地用手捂住自己的嘴。准备，跑！陈哥第一个跑到大桥上，可就当他回头观察这两个人情况的时候，脸色突然一变。陈乐乐校服的口袋里的小牌掉出来了，原本这微不足道的声音，此时却足以要人命。远处鲨鱼鱼鳍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靠近，快跑！陈哥飞身抓住陈乐乐的小手，想把他拽过来，但大鲨鱼也在这个时候飞身冲出来，一口咬住了陈乐乐的腰。叔叔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陈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叔叔，你能不能告诉我爸爸妈妈？话说到这里，陈乐乐瞳孔涣散，彻底断气了。别傻站着了，快跑！那畜生又来了！大鲨鱼的身体跃到了半空中，片刻之间就追上了陈哥。但也在这时，大鲨鱼跳跃的力道衰竭，眼看咬不到陈哥，突然一转身，一尾巴抽在陈哥后背，掉进了江水中。完了，这次死定了！在陆地上都打不过这条鱼，更别说在水里。可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懵了。只见这条大鲨鱼在江水中不停扑腾，非常痛苦。这条能在地下游泳的大鲨鱼，它溺水了，这就赢了。他壮着胆子游泳过去。陈哥在水中摸到菜刀，对着鲨鱼砍了2刀。这只鲨鱼的体内没有血，而且巨大的身体在水中很快就开始分解，最后竟然只剩下一张皮。这时，胖子也跑过来了，看见这张鲨鱼皮，啧啧称奇，伸手去拿鲨鱼皮，可他的手刚抓住鲨鱼皮，这鲨鱼皮就像是活过来一样，卷住了小胖子的手。我操，这东西还活着！小胖子手无意中按在地上，突然发现自己的手竟然直接钻到地下了。原来这只大鲨鱼能在地下游泳的秘密，在这张皮上啊！如果将这张鲨鱼皮做成一件简单的衣服，
关键时刻说不定能够躲入地下逃命。小胖子在菜刀上沾水，一点点的将鲨鱼皮裁开，做了一件披风。等处理完这些事儿，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。此时的刘婉如眼神呆滞，抱着自己弟弟。刘飞因为失血过多，尸体已经凉了。还能走吗？没事，我没事。我们接着走吧。陈哥和小胖子换了一个眼神，都看出了对方心中所想。还要想跟着就跟着吧。过了桥，用不了多久就能离开这个该死的城市了。车底不停的有血溢出，车上的女人更是浑身抽搐，脸色发白，不多久就晕厥过去。两个男人都没有医学知识，看见大出血的女人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此时街边走过来一个醉汉，想让他活命跟我走。两人没想太多，救人要紧，便跟着醉汉一路来到一家医院。一进入医院，只见满地的血污和尸体，陈哥和小胖子两个人差点没吐出来。你们两个把他抬到这边来。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，赵医生才从手术室里走出来。是个死胎。那个女的怎么样了？听天由命，我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活下去。对了，你们两个要是想活着，就跟我来，带上那个女人。赵医生拿着一根蜡烛，带着3人来到地下太平间。天黑以后，这里会出现一些未知的东西活动，只有太平间是安全的。赵医生，你能不能和我们详细的说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大约2天前的中午，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看见天破了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没有信号，就连汽车发动机都没办法打火，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医院。就在当天晚上，那些东西出现了，我躲在太平间逃过一劫，但是医院里其他所有人都死了，全身上下没有伤口，那种感觉。你们看过《哈利波特》吗？就像被里面的摄魂怪深深吸死一样，而且那些东西只在晚上出现，白天我们暂时是安全的。赵医生还想再说什么，推床上的刘婉如这时候突然醒了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我的孩子呢？孩子生下来了，但可惜是个死胎。刘婉如呆滞地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，没有哭也没有闹，可能这1天之间经历的太多了，已经彻底麻木了。别多想，未来的路还很长。几人没有再多说些什么，而是在太平间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了。而赵医生直接找了一个冰柜，蹲在里面休息。深夜，刘婉如拖着虚弱的身体，一点点地站起来，轻手轻脚地打开门，又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。小胖子将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隙，无奈地叹口气，推了推陈哥，示意跟上去看看。2人来到走廊，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悠悠的哭泣，听声音应该是个女人。刘婉如，是你吗？别哭了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还不是要好好的活下去。黑暗中的哭声戛然而止。陈哥按照记忆中的位置摸过去，但是摸了一个空，什么都没有。陈哥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打算带着小胖子回到太平间。但就在他刚刚直起腰，就敏锐地感觉到什么东西碰到了自己的头，仔细又摸了一下，陈哥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他妈的是一双人脚，而且是死人的脚。继续往上摸，这一下子他几乎可以断定，吊死在这里的不是被人，正是一日之间失去了所有亲人的刘婉如。这个女人到底还是没挺过来，选择用这种方法了解自己。不对，那刚才走廊里的哭声到底是谁的？陈哥一点一点的后退，不管刚才是谁在哭，都当作没听到。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。陈哥不停地在心中安慰自己。可就在这时，从刘婉如身体里跑出一条像蛇一样的东西，缠上了陈哥的腰间。陈哥双手一抓，将那东西狠狠地擦在墙上。慌乱之中，陈哥想起自己还有最廉价的1元打火机，在见到光的一瞬间，墙角的怪物远远退开。那怪物看上去像一段黑色的肠子。陈哥转头去看吊在房顶的尸体，那具尸体竟然也不僵。哥，我认为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，拖到明天亮天，然后快跑，这地方不宜久留。我同意你的意见。陈哥拿着打火机，快速往太平间的方向跑。你俩出去了还能回来，你们很幸运啊。不是幸运，是实力。突然一阵敲门声传来。赵医生，以前有这种情况吗？没有。那这外面到底是什么？突然敲门声戛然而止。外面的东西是不是走了？我好像听见外面有很多人在聊天。小胖子和陈哥都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但下一秒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而一个极其清晰的女人的声音透过铁门传来。我知道这后
我操！外面的那个东西有智慧，能说话。陈哥额头满是冷汗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们天亮就走，别惹我们。不，你们都会死。铁门再次被猛烈撞击，这次的撞击力度远超之前。赵医生，这里是你的地盘，想想办法吧。赵医生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弹弓。一会儿那东西闯进来，你们就想办法跑吧，我来拖住他。虽然我在这家医院一直活到现在，可是我才是那个最应该死的人。陈哥看出这个赵医生有故事，否则谁家正常医生会来太平间待着？等等，先别急着送死，我好像有办法了。陈哥立刻翻起自己的背包，最后从背包里拿出了食人鲨的皮。穿上这东西以后，我就能在地下游泳。我游出去看看外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一定要小心。此时，陈哥已经将鲨鱼披风披在身上，原本坚硬的地面对他来说已经成了可以游泳的液体。这不科学。陈哥慢慢的往上浮，估摸着应该到地面了，慢慢的探出半个脑袋。那是无数的人头被一股未知的力量堆在一起，而且这些人都在低声呢喃，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突然冒出的陈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力。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。男人被吃人的怪物追赶，眼看就要被追上，而男人并没有害怕。只见他取出一件神奇的披风，往身上一穿，瞬间就能潜入地底。然而男人并没有逃走，而是游出一段距离后，故意探出脑袋，等待怪物追赶上来。在追出几公里后，男人一个冲刺，无影无踪了。这下怪物应该离开小胖子他们够远了。陈哥回去找赵医生和小胖子，却发现太平间的大门竟然被破开了。太平间内部空空如也，小胖子和赵医生已经不见了。难道我也离开了这段时间？赵医生和小胖子遇到袭击了。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陈哥立刻屏住呼吸，凝神倾听，很快辨认出这个脚步声是赵医生。赵医生，你和小胖子跑哪儿去了？你走后没多久，胖子突然就发疯了，拿着菜刀对我疯砍，我只能打开门跑出去。多亏我对这里的地形了解，跑了一圈把他甩丢了，这才敢回来。陈哥心头一沉，可小胖子物理抗性可能不高，但精神抗性应该很高啊，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。不管这些了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。除了太平间以外，医院最安全的地方在哪儿？天台地形宽广，而且现在是夏天，最多再有1个小时就能看见阳光，这些怪物是绝对不敢接触阳光的。那先上去。没走几步，黑暗中一个身影拖着斧头一步步逼近。赵医生一看就知道战斗力不会高于5，留在这里也只是添麻烦。你先上楼，这里交给我。赵医生立刻跑上楼梯，往天台跑去。可当陈哥看清人影以后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因为出现在这里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小胖子。小胖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小胖子抡着消防斧冲过来，对着陈哥就是一斧头。陈哥毫不留情，一拳轰在小胖子的脸上。小胖子被打得连惨叫声都没发出来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动了。虽然不知道小胖子被什么东西给控制了，但是控制小胖子的怪物怎么也没想到，这竟然也是个战五渣，战斗力弱的一批。突然，两个诡异的东西竟然从小胖子的眼睛里钻出来了，竟然是2颗黑色的眼球。这他妈的是什么原理？陈哥捡起掉在地上的消防斧，准备对着这2个眼珠子砸去。这对眼珠子虽然不会说话，但也能感觉到危险，竟然再次钻到小胖子的身体里。这玩意儿还挺轨道，只要能把那对黑色的眼球取出来，说不定他就能恢复正常理智。能做到这一切的，肯定是那位外科赵医生。陈哥只能背着小胖子往6楼走，但就在4楼和5楼的楼梯口，又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拦住了他。大妹子，你也在这儿啊？你要是敢过来，信不信我现场给你表演一个9转大肠制作教程？刘婉转身往5楼走廊的深处跑。看来这个怪物也是有记性的，知道打不过我，这次见面就跑。可是还没等他得意1分钟，刘婉如领着一大堆无头尸体回来了。妈的，原来不是逃跑，是回去摇人。陈哥就算再勇武，也不可能同时面对这么多怪物。陈哥背着小胖子一路跑到3楼，就在陈哥摸不清楚情况的时候，后背的小胖子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。疼，睡觉的时候好像被人揍了一拳。你可终于醒过来了，快点想想办法解决眼前的情况。小胖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陈哥尽可能的将事情简短解说。如果你说的都是对的，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一切的开端应该是一具被肢解的诡异尸体，这具尸体的肉块能够控制其他尸体，人头、无头尸体、刘婉如都是这样被控制的。那你怎么没被控制？
现在没有，可能因为我还是个活人吧。现在怎么办？大脑控制这些诡异肉体活动的东西，一定是大脑。你刚才不是说有个人头球吗？你猜大脑会不会就在人头球最里面？你不知道之前的混蛋把我追得多惨。你要是不敢的话，我自己去。我脑子里现在还有2颗眼珠子，天知道这玩意有什么危害。就你那2下子，我劝你还是别去送死了。你去6楼找赵医生，我来解决剩下的事情。你也别逞能了，2个人总算是有个照应。在医院，别可能没有，但是医用酒精要多少有多少。2人在药房找到了大量的医用酒精，然后来到了1楼，这里聚集了很多尸体。陈科将酒精直接洒在地上，一把火点燃，1楼大厅瞬间变成一片火海。烧着烧着，从这些身体中钻出黑色肉块，这些肉块开始快速的凝聚，变成了一个整体的肉球，一溜烟的往医院深处滚去。只见不远处的走廊尽头，人头球正一脸怨毒的盯着火海，下一秒如排山倒海。这玩意儿怎么打？我知道怎么弄死他了。陈哥把手伸进自己衣服里，将鲨鱼披风拿出来。哥，你不会想穿着这个直接跑路吧？不是给我穿，是给他的，就是现在！陈哥飞身上前，将鲨鱼披风直接罩在人头球的人上，瞬间，人头球脚下的地面直接变成水潭，直接沉到地下。陈哥看准机会，一把将鲨鱼披风拽下来，人头球脚下的液体又变成了固体。罪魁祸首就应该是这玩意儿了吧？他将消防服举起，一斧头砸在黑色头颅上。我操，不对，这脑子里面是空的，大脑呢？大脑去什么地方了？大脑肯定藏在最安全的地方，天台。以正常人的思维来思考，天台是阳光最足的地方，这些黑色的尸块肯定不会去天台，但是这东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。怪不得刚才上楼的时候这么多尸体把咱们挡住了，原来是为了不让咱们靠近大脑。糟了，赵医生还在天台，快点上去！男人不停地敲打出水箱，敲破一个又一个，直到最后一个水箱被敲破，终于找到他要找的东西，一个鲜活的大脑。原来这个大脑连接着整个医院所有怪物，只要破坏这个大脑，那么男人就能安全地离开这所恐怖的医院。弄死他！大门突然被撞开了，一堆诡异的黑色肉块直挺挺地撞过来，竟然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巨人。巨人伸手将水箱里的大脑拿出来，重新放进自己的脑袋里。这东西的身体组织能侵入人的身体活动，不要和它有接触，只要拖到天亮就是我们的胜利。对了，我体内那对眼珠怎么没出来？其实人的大脑根本就意识不到眼珠的存在。我读书少，你千万别骗我。是真的，但如果人的眼睛受到重创，要立刻把眼球摘除，否则一旦让大脑意识到眼球存在，会产生排斥反应，你的眼珠说不定会爆。等等，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，我身体里的那2颗眼珠根本就回不去。果然，这个巨人没有眼睛，根本就看不见东西，只能伸手不停地下滑啦。既然这东西看不见东西，那么我们只要不发出声音，拖到天亮就安全了。然而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黑色巨人伸手从6楼拖进了一个人，竟然是刘婉如。黑色巨人直接把他的眼珠装在自己的身上。我就说不能用常识来解释这些东西。黑色巨人看见陈哥，怪叫一声冲过来。他妈的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现在已经躲无可躲，避无可避。你们往后退，我来会会他。我操，这么惨！赵医生曾经说过，医院里有一种怪物，见到活人就嘎。但就以这个黑色巨人的水准，不可能在一晚上嘎那么多人。也就是说，至少有2种不同的怪物在医院里停留过。这么看来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搞定这个尸体之后，马上就跑。黑色巨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打不过人家，转身就要跑。还敢跑？陈哥一斧子把他另外一条腿也砸断了。黑色巨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也就在这时，第一缕阳光照在了天台上。随着阳光的照射，黑色巨人的身体开始消融。3个人都瘫软在天台上，这一夜可以说心力交瘁。等等，这个巨人死了，那我体内的那一对眼球怎么办？要不现场做开颅手术？赵医生一共做过几场开颅手术？
我又不是脑科专家，我擅长的是外科。脑科这玩意儿技术含量有点高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摸索着来，经验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。你给我滚！不就是脑子里有2颗眼珠子吗？这有啥大不了的？打死我都不做开颅手术。小胖子说话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自己手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。低头一看，一颗橘子大的黑色眼珠从自己的肉里分离，就出现在自己手心里。小胖子急忙拿着这玩意儿去晒太阳，结果发现这颗黑色眼珠根本就不怕阳光。突然，小胖子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伸手用力揉揉眼睛。不对劲，我怎么多了个视野？我的视觉感知力和这玩意儿连在一起了。这是超能力啊，解释不了，现在医学根本就解释不了。这技能如果当侦察兵简直绝了，反正对你的身体好像也没什么危害。咱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。赵医生，你是打算继续留在这里，还是和我们离开？赵医生思索了很久，最后再慢慢点头。好，我跟你们一起走，反正待在这最后也是个死了。不过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还有点事要做。3个人一起回到地下室，赵医生将酒精洒在太平间，最后一把火把整个太平间都烧着了。赵医生看着太平间，眼神非常复杂。陈哥默默地看着赵医生，停尸间冷藏柜里的某具尸体，可能是赵医生非常珍贵的人。赵医生该走了。早枯萎的花钻了一整夜，生锈的感情有风下雨天，无数次想过离开的画面，对你热烈爱曾经也是蓝天。男人只是打了个盹，起来之后竟然发现日历上已经过了3天3夜。奇怪的，男人自己好像什么都记不得了，刚站起身就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，感觉一身的酸疼，就好像刚刚跑了1000米一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突然院子里一个黑色的影子一闪而过，小胖子强忍着酸疼追了上去，一路追到了苞米地。陈哥，你在吗？在的话吱一声。那是什么玩意？在小胖子身边划过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小胖子脸色苍白。苞米地里有东西，而且不止一个，这玩意是成群活动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刺耳的尖叫声从小胖子的身后传来，他急忙转身，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直接跳到地上，小胖子瞬间慌了手脚。完了，今天我王五人竟然要死在这儿了。就在他已经绝望的时候，就听到扑哧一声，小胖子抬头一看，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赵医生。这玩意儿只是看起来吓人，没多厉害。不信你看，他吓唬你这么半天，你不是一点伤都没有吗？小胖子这才低头去看，那到底是什么玩意？定睛一看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。这是蜘蛛，把这东西吃了。小胖子露出一脸恶心的表情。这东西能吃？你应该丢失一部分记忆吧？我也一样，不过我已经把这些记忆找回来了。你要是想知道这3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吃了。小胖子强忍恶心将红色肉囊吞下去，没过一会儿，一个个片段出现在小胖子的脑海里。这种忘忧猪能分泌一种十分古怪的毒液，只要把咬中，就会丧失一部分的记忆。我们3天来反复被这些忘忧猪下毒，以至于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记忆也出现了断片。不过，既然有毒，就一定有解药。我之前杀死一只忘忧猪，在它的身体里找到了这种肉囊，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将这玩意吃了，没想到真的恢复一部分记忆。小胖子也终于想起了6月16日下午2点，3人刚刚来到这个无人的小村子，3人开始休息。突然，小胖子借着朦胧的月光，看见地上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动。陈哥，起来啊！陈哥，你睡着了吗？小胖子转头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陈哥的身上竟然也有一团黑漆漆的东西。正当小胖子转身想起叫找医生的时候，一个篮球大的蜘蛛一下子扑到了他脸上。接下来，小胖子就没记忆了。苞米地里，小胖子和赵医生面面相觑，没想到3天前他就已经遭到攻击。对了，赵医生，你看见陈哥了吗？赵医生摇摇头，他是真不知道陈哥去哪了。现在最好选择就是咱们2个快点离开，稍微晚了，说不定我们就没了。不走，要走你自己走。没想到你还挺讲义气的，那我也舍命陪君子。3个小时后，如果还见不到陈哥，我马上就走。好，就3个小时。我们先回去，说不定在房间里能留下一些蛛丝马迹。2人急忙回到了之前住的房子。陈哥绝对没离开这个院子，你看地上没有多余的脚印，也没有拖拽的痕迹。换而言之，他应该还在这间房间。
如果他还在这个房间里，那他会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找，哪？菜窖。厨房的最深处，地面上果然有一个木门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小胖子从仓库找来一段绳子，意外一端由外面的赵医生拽着。只要小胖子猛拉绳子3下，赵医生就玩了命，把绳子往上拽。菜窖中，小胖子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刀，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。我怎么感觉有点缺氧？不仅有点缺氧，还有点幻听。小胖子听见四周有很多东西稀稀疏疏在爬，突然感觉脚下一绊，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他转头一看，刚才把他绊倒的就是陈哥。只见陈哥的脸色异常惨白，应该是这3天摄入的毒液太多了，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。不过他的胸口微微有起伏，证明人还活着。随后，他把系在自己腰间的绳子绑在陈哥的腰上，用力地扯了3下绳子。上面的赵医生得到暗号，立刻玩命地拽绳子，准备把陈哥拽上去。小胖子也总算是松了口气，只要人没吸就行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头顶不断传来沙沙沙的声响。小胖子好奇地举起火把一看，只见这个直径5米空洞上方密密麻麻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蜘蛛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应该没打扰各位午睡吧？你们继续睡，我先走了。这些蜘蛛疯了一样扑上来，小胖子立刻举起火把。这些蜘蛛对火就有一定的抗拒性。快点关门，那里面全是蜘蛛。见过蜘蛛咬人，没见过人咬蜘蛛的。眼前的2人被蜘蛛围攻，手里有没有趁手的兵器，实在被逼无奈，竟然与蜘蛛互相啃咬起来。看得一众蜘蛛都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野兽，愣是被这气势吓退1米。就是现在，快跑！2个人推着陈哥快速离开。赵医生，你没感觉这四周有点吵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四面八方所有的玉米杆都开始哗啦的响，紧接着一只又一只忘忧猪从公路两边的玉米地里爬出来。赵医生，要不咱们2个还是拼命吧？赵医生盯着正在包围过来的蜘蛛，眼神中竟然闪过一丝解脱。要不这场冒险就到这儿吧，经历这么多好玩的事已经很值了。老赵，你不要放弃治疗啊！你不想活下去，我还想活呢。胖子能在死前遇到你和老陈，我很开心。没想到世界末日，我还能交到2个知心朋友。突然，这些蜘蛛好像得到了什么信号，潮水一样向着2人冲过来。我操，陈哥！头有点疼，好像喝假酒啊！我说，我才睡了多大一会儿，你俩咋惹生这么多蜘蛛？老陈，这些蜘蛛攻击力不强，但是有毒，千万别被咬着。你俩跟着我。大蜘蛛就拿斧头砸，小蜘蛛就直接拿脚去踩，顷刻之间硬是杀出一条血路。你们2个先走，来了个大家伙！啊！但很快，一只庞然巨物出现在他们眼前。我操，那蜘蛛比小汽车都大，陈哥搞得定吗？你俩要是在这碍手碍脚，我肯定搞不定。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陈哥一甩手，鲨鱼披风瞬间穿身上，脚下的公路变成水潭。巨型蜘蛛急得在地上转一圈，用蜘蛛腿不断戳地面。陈哥此时已经悄悄地游到了巨型蜘蛛的正下方，一个冲刺向上游去，当自制的长矛接触蜘蛛坚硬的外壳时，竟然折断了。巨型蜘蛛身体的外壳保守估计有半寸厚，要找个合手的武器才行。等等，蜘蛛兄，我感觉你的蜘蛛腿很适合做武器，能不能借我一条？巨型蜘蛛的腿就算再坚硬，关节也必须是活动的。巨型蜘蛛近乎颠倒，这条蜘蛛腿要是放在古代，绝逼是把神器。对着地面抱了一会儿，巨型蜘蛛的体力消耗很大，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零食没吃到，自己还受了伤。陈哥突然从地上上巨型蜘蛛被刺穿了，没过一会儿就彻底不动了。收起鲨鱼披风，
陈哥招呼赵医生和小胖子回来。胖子和赵医生看着巨型蜘蛛的尸体，竟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千言万语最终汇聚成一个字：牛逼。陈哥休息片刻，拿着消防斧将巨型蜘蛛剩下的7条腿全都卸下来。蜘蛛兄，你虽然死了，但是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。你真是个大公无私的蜘蛛，死了还要给我们送装备。赵医生用针管抽出一些忘忧蛛的毒液。赵医生，你收集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说不定以后用得到。没看过末日电影吗？末日中最恐惧的并不是各种各样的怪物，而是人。人心如魔，人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。没过一会儿，赵医生收集了好几管忘忧毒液。走吧。随后跟着陈哥、小胖子踏上新旅程。妈，我梦见你和弟都过世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们没事了。我叫陈哥，是个隔人犯。虽然明知眼前这一切是个梦境，但是我就是不想醒过来，因为我实在太想你们了。小时候父亲过世早，家里穷，上学时总被同学笑话，我从不争辩，谁笑话我就揍谁。因拳头硬，长得高大，同龄人中没人打得过我。11岁那年，班上与我关系最差的同学找了3个村子里的混子，把我堵在胡同里，拿刀逼我跪下来磕头认错。我1打4，打伤2个混子，还把那同学踹得7窍流血。从此在10里8村一战成名。但事后母亲带我挨家道歉赔礼，花了不少钱，我这才知道打伤人要赔钱。12岁上中学，母亲为让我收心，带我去城里学校，但老师得知我之前的事，对我冷嘲热讽，还联合同学孤立我。我觉得读书无用，一心想跟大哥混社会。我认识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大哥杜天，成了他手下最能打的小弟。那时我整天逃课、打架斗殴、收保护费。扫黑除恶时，杜天被判无期，我因年纪小没犯大错，被批评教育几天释放，但学校将我开除，我成了无业游民。找工作时，我因没背景、没学历、有不良记录，处处碰壁，这才明白母亲为何总督促我读书。可惜为时已晚。为谋生，我干过保安、后厨，去黑煤矿挖过煤。煤矿老师傅还教我用炸药，那是我最接近月入5000的工作。结果煤矿因非法采矿被封，老板入狱，我工资都没拿到。后来弟弟陈渠考上重点大学，他从小老实爱读书，成绩优异。我工作更卖力，生活简朴，每月省钱寄给他，他也争气，勤工俭学拿奖学金，还总劝我别委屈自己。4年后，他大学毕业，一毕业就有公司签约，但3个月后噩耗传来，弟弟死了。我和母亲连夜赶到他工作的城市，警察称弟弟在出租屋与人冲突，被毒打，母亲因悲伤过度，心肌梗塞去世。我不信弟弟会主动与人冲突。从弟弟合租同学刘浩口中得知，弟弟上班的公司不正规，以合同威胁骗来的应届生。弟弟带学生讨薪，当晚被公司保安秦老板亲戚毒打。秦老板给刘浩5万封口费，还威胁他，且公安局有熟人，案件即将结案。我一无所有，只剩拳头。我第一时间去了保安室，找到了那2个保安。得知秦老板住址后，深夜潜入其别墅。我听见秦老板一家人在饭桌上炫耀，穷学生没背景斗不过自己，母亲还纵容他收拾不长眼的人。我一斧头砸碎窗玻璃，一斧头送走了秦老板。接着再送走秦老板的父母、妻子，连秦老板的儿子我也没有放过。最后我一把火烧了别墅，坐在台阶上用老人机拨打110自首。喂，是警察吗？我嘎人了。你怎么了？发疯了？打自己干嘛？是不是工作上有困难？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小华呢？小华在吗？儿子不是在写作业吗？快6点了，我得快点做饭。赵医生看着这十分平常的一幕，笑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该多好啊！我叫赵阳，是一名医生，出身优渥，学业顺遂，毕业后成为医生，还与妻子徐兰兰组建了幸福家庭。婚后育有一子赵乐乐，生活虽忙碌却温馨。我以为这样的幸福会延续下去，
然而，乐乐12岁那年，悲剧降临。放学值日时，他被学校3个小混混勒索，反抗中被卡黄刀弄伤。因错过最佳抢救时机，我在手术台上眼睁睁看着儿子离世。我是个医生，我一辈子救了这么多人，但是到最后我救不了我儿子，我上辈子是不是作孽了？我真想大哭一场，但我连哭都哭不出来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3个未成年施暴者因种种原因，仅需在少管所关几年。我四处奔走无果。3个月后，妻子受不了打击，随着儿子一起去了。我这辈子治过这么多病，救了这么多人，就算说不上是好人，也不应该这样啊！这一刻，我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了。万念俱灰的我，将妻儿尸体安放在医院太平间，准备陪着妻子一起走。就在这时，世界末日悄然来临。医院病人、医生相继离奇西亡，尸前都称脑子里有东西尖叫。一夜之间，医院成了人间炼狱，而身处太平间的我却奇迹般活了下来。当我因饥饿走出太平间时，看到2个男人推着浑身是血的孕妇，医者本能让我开口：你们要想救她，就跟我来吧。命运的齿轮再次开始转动。这栋大厦也好，眼前的妻儿也好，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，只要自己离开，幻想瞬间就会破灭。但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我本来就是要想息的人，能再见到我老婆孩子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这一路太辛苦了，对不起老陈，对不起胖子，我坚持不下去了，就让我留在这儿吧。可就在他准备彻底沉沦在梦境中的时候，白茫茫的雾气中突然伸过来一只巨大的手，几乎比整栋楼都大，一巴掌拍下去，直接将眼前的白雾拍散。老赵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放下心中的执念，就能从幻境中走出来了。陈，哎呀，死胖子，你是多大的劲儿啊！老赵啊，你可吓死我！你终于醒过来了。你扣我人中不行吗？你这死胖子怎么没被幻境困住？我叫王武仁，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，出身工人家庭，在父母的期望下读书，成绩不错，高考上了2本，又听从父母建议考上公务员。但体制内的生活让我失去自由和尊严，领导的话就是一切。1年后，我突然想通，人生的意义不过是消磨时间，每个人最终都将归于虚无，最大的价值就是用自己的意识支配人生。于是我毅然辞职，辞职后选择写小说谋生，虽然收入不高，但能自由支配生活。没想到末日突然降临，我在末日中结识了朋友，把这场灾难当作一场大逃杀游戏，坦然面对生死。而此刻这个虚无的梦境，正是我内心想法的映射，只要放下心中的执念就行，就能轻轻松松走出来了。而我本来就无欲无求。赵医生，快看，就是那只乌鸦使我们沉睡了。大槐树的树杈上站着一只6片翅膀的乌鸦，而乌鸦通过不停地震动翅膀，模拟出嘎嘎的叫声。赵医生拿出自己的弹弓，一声脆响，10块嗖的一声飞出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命中6翅乌鸦的头。6翅乌鸦扑通几下之后一动不动了。好了，快点去看看陈哥。此时身处幻境中的陈哥突然感觉到了什么，应该是胖子或者赵医生将拉我们入梦的怪物解决了吧？也就是说，眼前的幻境维持不了多久啊！梦再美好，终究也要面对现实。看着坐在炕头正在给自己缝衣服的母亲，陈哥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大陈是不是要走了？妈，我不用说了，妈都知道，外面还有人等你吧。去吧，只要你能开开心心的活下去，妈就知足了。陈哥跪下来重重磕了3个头，自己这一辈子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的，从不亏欠任何人，唯独对不起自己老娘。年轻的时候惹事闯祸，让她担心；长大了也没本事没钱，没办法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好了，别哭了，这么大个人，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？去吧。弟，照顾好吗？我走了。陈曲用力的点头，陈哥快步往外走，他不敢再回头，生怕自己一回头就永远都出不去了。闭着眼睛一路狂奔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身体传来失重感，睁眼一看，自己正靠在村口的大槐树上。胖子，你干什么？我只是想打醒你而已。胖子，赵医生，你们2个都是怎么脱身的？胖爷，我免疫各种精神伤害。赵医生苦涩一笑。要不是胖子一巴掌将自己扇醒，我自己恐怕这辈子都出不来。对了，这个孙子，我们到底进不进去？胖子，你那对黑色眼珠最远能离你多远？要不用那对眼珠看看？好主意。
小胖子将2颗黑色眼珠叫出来，一甩手，2颗黑色眼珠一蹦一跳的进入村子。没啥特殊的，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村子。看看有没有啥东西能充当代步工具。片刻之后，小胖子突然大叫：“不对，村子里面有活着的东西！”一听到小胖子这么说，陈哥和赵医生都紧张起来。现在这个世道，任何活着的东西都会要人命。啥玩意儿？好像是一头正在吃草的黄牛。牛！一觉醒来，男人发现自己被关在了棺材板中，更惨的是，棺材竟然被埋在了5米深的土里。男人使劲地敲打棺材板，可在极小的空间里面是很难发力打破棺材板的。正当管中的空气越来越稀薄的时候，男人摸到了自己的背包，还好鲨鱼披风还在。陈哥迅速穿上鲨鱼披风，身下的木板瞬间变成了液体，整个人下潜到地下。这里尼玛到底是哪儿啊？胖子和老赵他们俩到底咋守的夜？2个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一声哞的牛叫，陈哥立刻顺着牛叫的声音，小心翼翼摸过去。走了大约50米，陈哥看见前方趴着一只黄牛，小胖子背对着自己，正坐在牛车上，一动不动，仿佛雕塑。胖子，你是不是睡着了？老赵呢？救人！救人！救人！老赵、老陈，墓地！墓地！墓地！突然，小胖子口中的呢喃突然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十分尖锐的叫声：“他们都该吸！他们都该吸！”哈哈哈哈哈！陈哥快就意识到了，被活埋的不仅仅是自己，赵医生也被活埋了。陈哥，快去救！老赵这边顶得住。胖子，你这倒是咋回事啊？快，没时间！陈哥知道现在没时间浪费了，如果犹豫，2个人都救不回来。胖子，对不住了。当断则断，陈哥立刻从牛车上找到一把铁锹，随后他拿着火把一路狂奔回到刚才的墓地。一个个挖开很慢，但如果一个个看，最多2-3分钟就能看一遍。赵医生的运气很好，陈哥下潜之后查看的第3个棺材里面装着的就是赵医生。陈哥抓住赵医生玩命挣扎的手，老赵，别叫了，我是陈哥，我现在就把你挖出来，放松冷静，没事的。片刻之后，赵医生重见天日，出来的第一件事儿，赵医生嚎啕大哭。没时间了，快点回去救胖子。胖子怎么了？胖子也被埋了。胖子没被埋，胖子鬼上身了，撞邪了。总之就是不对劲。老赵，你有没有什么驱邪的法门？我是医生，不是道士，我只会救人，不会驱鬼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牛车附近。胖子，我回来了，你在哪儿呢？胖子。可回应陈哥的是非常沉闷的呜呜呜声，这种声音好像有一个人嘴被堵上了，同时不停地发出求救声。陈哥拿着手里的火把一步步靠近，但当他看见那个被绑起来的人的时候，头皮一下子就炸了。赵医生，他不是就站在自己身后吗？冷风嗖嗖，陈哥脑门上却全都是冷汗。哪个是真正的赵医生？陈哥用手里的蜘蛛剑。老陈，你疯了！快点帮我松开！背后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你背后那是鬼呀！你被骗了！你被鬼蒙眼了！好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谁能回答上来，谁就是真正的赵医生？止疼药的全称是什么？布洛芬缓释胶囊、盐酸吗啡缓释片、抗焦虑止痛药如地西泮片，还有中枢性止疼药。陈哥脸色刹那间变得非常惊恐，因为说出这些他听都听不懂药名的人，竟然是被绑在地上的那个赵医生。身后的赵医生一言不发，面无表情，突然拿着蜘蛛剑刺来。盗版赵医生身体开始融化，最终变成了一具伏羲。你是谁？胖子呢？我把他藏起来了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要是想让他活，必须一命换一命，你们2个得心甘情愿的死一个。我去年买了个表。老赵，你还记不记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那天9点，
突然刮来一阵怪风，小胖子就两只瞳孔是泛黑色，然后就将我打倒在地，用绳子把我绑了起来，并且从我这拿走一支麻醉药给你扎了下去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你拖向远处的墓地。他让我选，如果我自嘎，他放过你们2个。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，你是说他在和你谈条件，想让你心甘情愿的去吸？当时这种情况，他完全有能力将我们都嘎了。我也很奇怪，但当时那种情况，我差点就答应了。正当我举起菜刀的时候，小胖子冲过来，一把把菜刀夺下来，大声告诉我别信他，他不敢嘎咱们。再后来，他就把我绑起来，人在这里了。首先可以确定小胖子被什么东西控制了，但是又没有完全控制。小胖子既然说他不敢嘎咱们，他明显是知道什么东西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还是先去找小胖子吧。男人举起武器对着自己的腿就是这么一下，随后趴在地上自己按住自己，同时还要求同伴弄熄自己。而男人做这一切只是因为身体里还有一个灵魂，他在赌那个灵魂怕吸。他妈的，敢附身老子，跟我耍横，有本事一块吸，老子不怕吸。你呢？你疯了？你不想活命吗？是，生生吸吸的也就那点事儿，生吸都看不破，还玩什么末世？老赵，我知道你的药箱里有能让人无痛苦吸去的剧毒，给我来一针，能没痛苦的吸也是福分。胖子，对不起，我们没能救你，帮我按住胖子。你们疯了，连自己人都嘎，禽兽不如！一帮畜生，不和你们玩了！小胖子全身触电一样抖了一下，随后眼神逐渐变得正常。我回来了，真是我，他走了。看见小胖子真的回来了，陈哥如释重负。你给他打到底是什么？葡萄糖而已，我也没想到怪物竟然这么怕吸，稍微吓唬一下就跑了。话说胖子，这到底咋回事？这种T西林看起来挺可怕，但实际上惨得很。它虽然是灵体，但还保持着活人的感官，会饿会渴，是作为灵体，它没法吃东西。也就是说，饿不得食，渴不得饮，困不得眠，又吸不了，永远的在这受罪，这简直就是活着的地狱。解脱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有人心甘情愿的代替他成为T西林，他才能从这种状态下解脱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跑撒，干他！他只能附身在人体上，他肯定就藏在那片坟地里。找，掘地3尺也要给他找出来，不挫骨扬灰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老赵，你能不能先帮我处理一下伤口？3人扛着武器一路来到坟地，这要一个一个挖，多久才能挖完？陈哥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，穿上鲨鱼披风以后，除了陈哥能在泥土中游泳，还能带上各种武器道具，但唯独不能带活物。可是西提已经不能算是活物了。片刻之后，陈哥拽着一具已经腐烂很严重的尸体上来，小胖子抡起消防斧。妈的，要不是这孙子，老子现在都美美的睡觉啊！下一个，小胖子拿着斧头将尸体的一个个打碎，一直到第4具尸体，尸体突然站起来了。替西林寄生的尸体开始玩命的跑，小胖子拖着受伤的腿玩命的追。事实证明，只要不怕吸，鬼见了你都害怕。停！你嘎不吸我，我可以随意附身任何人或者尸体上。你们走吧，我不嘎你们了。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犯你个头！不一会儿，陈哥把下面的尸体都拽上来了。奇怪了，提西林跑哪去了？这附近肯定还有一具尸体，这具尸体是从之前的村子一直跟随我们而来的，并不是坟墓中的尸体。可是眼下一片漆黑，茫茫荒原，去哪找这具尸体啊？放火，把这片荒原一把火都烧了，不管它藏在什么地方都没用。他们3个人以3角形站着，面对3个方向。陈哥弯腰假装点火，突然赵医生叫道：“有了，左前方！”只见一人一影一瘸一拐地往荒原外跑。陈哥举起手中的蜘蛛剑当成头矛，对着前面的黑影射过去。别嘎我！老实回话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原本就在地球，还是在别的地方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感觉淋了一场雨，然后就醒了。他口中的雨指的是不是？难道是蓝雨？我再问你个问题，为什么知道要找替身？西林也很茫然，这就像是本能。
其实我也不确定。的确，绝大多数生物都会有自己的生物本能，就像人类的婴儿一出生就知道找奶吃。但你都成鬼了，哪来的生物本能？你以为是玄幻小说，神兽有传承记忆吗？小胖子给了陈哥一个眼神，既然什么情报都没掏出来，那留着也没用了。我们素不相识，为什么要对我们往下卡手？上一秒刚从汽车中死里逃生的3人，下一秒竟然直接倒下了一个。然而要革他们的，竟然是刚刚救他们的施救者。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大约1个月前，你们在一所中学的厕所里嘎了一个学生。我是他爸，苍天有眼啊，竟然在末世还能遇见你们3人，哈哈哈哈哈！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。乐乐，你就在天上看着吧。嘎了赵春风，赵医生拿着蜘蛛剑冲向最后的孙国海，但就在这时，此时赵医生已经磨愣了，不把这3个王八蛋都嘎了，他吸都不甘心。老赵，先回来，他跑不远的。赵医生此时已经发狂了，不弄西孙海博誓不罢休。等陈哥在追过去的时候，2人已经无影无。陈哥心中暗叫不好。别看赵医生发疯手挺吓人的，但实际上这并不能改变老赵是个战五渣的事实。陈哥继续往前追赶，又追了一段路后，赵医生竟然从前方走了回来。老赵，你没事吧？老陈，我终于给儿子报仇了。老赵，可以啊，是我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他拿着枪，你还能弄熄他。赵医生丢过来把手枪，陈哥欣喜若狂，他立刻验枪，发现手枪里还有3颗子弹。这件事不能说我多牛逼，只能说他太倒霉了。跑着跑着他就被那些黑色的藤蔓缠住了，我报仇心切上去就嘎了他，没想到那些藤蔓是活的。陈哥看见赵医生的小腿上全是筷子粗细的血窟窿，顿时头皮发炸。老赵，镇定点，不要在这时候放弃治疗。你这么厉害的外科医生，肯定有办法救自己的，对不对？陈哥看见赵医生腿上的伤口钻出来一根半寸长的小嫩芽，黑色藤蔓的种子寄生在赵医生的小腿上，并且不停地往肉里钻。你忍着点，我把那2条腿砍下来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没2条腿也能活。我求求你做个人吧，在这种卫生环境下，如果2条腿断了，伤口肯定会感染，我也活不了几天，还要受那个罪。老陈赔有一场，给我个痛快。陈哥感觉自己心里发堵，他一把将赵医生扛在肩膀上，大步往回走。结果一回去，陈哥整个人都麻了。牛车还在，可是小胖子丢了。你俩是葫芦娃吗？一个接一个的送人头。赵医生命悬一线，小胖子不知所踪。陈哥知道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一个。赵医生看出了陈哥内心的挣扎，带着老黄去找胖子，我给儿子报了仇，这辈子已经没什么遗憾了。老陈，给我个痛快。陈哥咬着牙掏出枪，对着赵医生的脑袋。赵医生闭着眼睛坦然呼吸。就在陈哥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，突然老黄摇头晃脑地走过来。你是不是也想和赵医生告别？不管怎么说，都是兄弟一场。赵医生感觉老黄用舌头轻轻舔舐自己的伤口，突然他全身上下开始抽搐，那种疼撕心裂肺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只见赵医生脸上的黑气正在快速褪去，不仅是脸上，全身的黑气都在往小腿上的伤口聚集。短短几秒钟，那些残存在体内的黑藤开始腐化消失。这什么情况？老赵，你现在还想吸吗？我觉得我还能自救一下，帮我把药箱拿过来。陈哥还在研究老黄，自己早该想到的。能活到现在的生物，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老黄，你能不能听懂我的话？能听懂的话叫一声。老黄木的叫了一声。陈哥大喜过望，至少现在老黄和他们是一伙的。对了，你不是胖子身上分出来的东西吗？你能不能找到胖子？黑色眼珠在陈哥的脚下不停蹦跶，随后竟然真的带着陈哥往远处的密林走去。陈哥紧紧跟随着眼球进入森林，赵医生骑在牛背上跟随下后面。树上明明一个果实都没有，树上的猴子竟然一个果子又一个果子的扔下树下的2人。仔细一看，猴子竟然自己拉出一个果子又一个果子。
不可能，这根本不符合质量守恒定律。这猴子到底是啥玩意儿？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我的赵大医生，你现在可别忙着赞叹了，快点想想办法吧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就要被这些果子活埋了。你不是有枪吗？实在不行，打下来一个。陈哥有点舍不得，这把枪一共只有3颗子弹，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。正所谓树倒猢狲散，发觉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，这帮猴子一拥而散，一点都不团结。陈哥跳眼望去，只见一只猴子手里抓着个圆圆的一颗眼珠。那不是小胖子分裂出来的眼珠吗？老黄，快点追！猴子在树梢上来回荡，陈哥他们在地下来回追。陈哥，能不能把那只猴子打下来？陈哥手里的枪只剩下2发子弹了，实在是舍不得再用。他把手枪收起来，拿起一把蜘蛛剑。黑色眼珠也获得了自由，蹦蹦跳跳的来到陈哥面前。我说你们俩别玩了，能不能带我们找到胖子？要是找不到，一锅把你俩都炖了。2颗黑色眼珠立刻蹦蹦跳跳的往森林深处走。胖子，你还活着呢吗？答应一声。活着呢，在这呢。陈哥抬头往上看，只见小胖子的脚上绑着一根树藤，被倒吊在半空中，头离地面足有6、7米高。你们小心脚下，这些树是活的，已经变成妖怪了。陈哥和赵医生一看四周，之前他们四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很多树藤。别看这些树张牙舞爪挺吓人，他们怕火，只要你们手里有火，他就不敢过来。陈哥拿出最后一瓶医用酒精，做了个简易的火把，点着了火。果然，四周这些树藤就像看到克星一样，唰的一下全都退开了。陈哥稍微后退几步，猛地冲向大树。我把火把丢给你，你一定要伸手抓住，然后弯腰去烧你腿上的树藤。小胖子点了点头，接住了火把，努力地弯腰，用手里的火把去烫树藤。被火一烫，卷住小胖子腿的树头马上缩回去。火把一掉，四周的树藤蠢蠢欲动，萦绕在身边的那些树藤就像毒蛇一样突然窜出去。我操！没想到我陈哥没吸在枪口下，最后要吸在一棵树的手里。赵医生立刻从老黄的背上掉下来，伸手去捡掉在地上的火把。可是当时没想到，昨天刚刚下完雨，地面很潮湿，火把掉在地上，火苗闪烁几下，居然灭了。火！什么地方有火呀？陈哥因为缺氧，意识已经开始模糊。树下的老黄看着被吊起来的哥仨，往外喷了一口热气。老黄往后退了6、7步，低头蓄力，随后就像炮弹一样冲过来，直接撞在树干上。排完口粗的树干被老黄一头拦腰撞断。没想到老黄这么牛逼！陈哥拿出打火机，再次将火把点燃。咱们撤，这地儿不是什么好地方。黄哥，情况特殊，您别放在心上。陈哥将小胖子和赵医生扔在黄牛身上，带着黄牛一路蹦跑。就这样，从白天一直走到黄昏，他们3个总算是从这片要命的森林里走出来了。对了，之前那3个人说东陵市郊区有军事基地，东陵市距离这里多远？不远了，距离这儿也就20里路，最多明天就能赶到。这种生活终于要结束了。陈哥，我有件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问。你说过你是革人犯，万一找到军队以后，他们把你抓起来，甚至要枪毙，怎么办？陈哥一愣，沉默良久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好不容易能有安稳日子过。既然陈哥都这么说了，小胖子也不好继续过问。3人在一个废弃的房子休息了一晚上，这一晚安然无事的度过。第2天，3人一牛一路来到东陵市街道上，走了没几步，突然陈哥低声喝道：“前面有情况，怎么有个人倒在那儿？”远处一个女人，20出头，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儿。赵医生医者仁心，想过去看看，小胖子一把拽住赵医生：“别过去，人心难测，这情况怎么看都感觉很奇怪。东陵市市内一片萧瑟，但偏偏有个人躺在大街上，绝对有问题。陈哥，给你。”小胖子递过去一块砖头，照着他的脑袋砸，如果他没吸，肯定会疼得醒过来；如果他吸了，砸了也没用，用点劲。陈哥一脸诡异的看着小胖子：“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”路中间躺着一个晕倒的女人，路过的男人们竟然不上去施救，反而掏出一块板砖，准备朝女人面部砸去。
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？在这末日的世界里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怪物变的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让这样。陈哥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。你的医者仁心呢？就在他们三个争论是该扔砖头还是扔菜刀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竟然从地上坐起来了。我说你们仨挺警惕呀，这么半天都不过来。年轻女人站起来一拍手，从旁边的建筑里走出来5个人。东西牛全留下，滚！陈哥能对付吗？能。陈哥反手掏出手枪，对着一个精神小伙的脑袋直接开枪。剩下的5个人都懵了，大叫一声，玩命的往回跑。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，哥，别嘎我。叔叔，东林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说清楚就不嘎你。我也不知道，好几天前我们在一间地下酒吧喝酒，等第2天早上一起来，外面一下子就安静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们偷偷看了一眼，发现整座城的人都不见了，老吓人了。然后就遇见你们了。突然，旁边的小巷子里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惨叫声，随后之前逃跑的2个小混混屁滚尿流的跑回来。玉姐，救命啊！有妖怪啊！我操！胖子，我看见天使了！只见尹天使站在原地，取出一个沙漏，开始计时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跑了？一点一点的走，别激怒他。陈哥带着所有人马上跑，影子天使没动。终于，沙漏里的沙子漏光了，也几乎是同时，影子天使消失了。陈哥猛地停住脚步，我操，哪去了？就在这时，跑在最前面的一个小混混李一士脚下的影子里，如同水纹一样波动。瞬间，影子天使影子里出现。这啥玩意儿了？影子天使轻轻张开手掌，黑色沙漏再次出现。去你的！但是这一斧头真的像砍在影子上一样。这尼玛是啥东西？老陈，别管他了，快跑！最后一粒沙漏下，影子天使再次行动。突然，牛车上的赵医生大声叫：“那东西在我的影子里！”仅仅一眨眼，影子天使已经出现在赵医生面前。拔了个巴子，来呀！影子天使瞬间挥剑，远处枪声响起，陈哥手上的枪里最后一颗子弹。这玩意儿不是没有破绽，他在攻击我们的一瞬间会暴露实体，趁这个机会攻击他。影子天使一击不中，没有再继续追击，而是再次拿出沙漏盯着陈哥。这尼玛是回合制游戏吗？你们走，我来挡住他。看样子他下个目标是我。说着，他直接走到了影子天使面前。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吗？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沙漏里最后一颗沙子掉下来，影子天使瞬间消失。陈哥双手紧握斧头，准备迎来这雷霆一击。可影子天使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影子里。我操，糟了！这玩意儿跟我玩计谋。下一秒，影子天使出现在刘玉面前。小胖子和赵医生同时拿着蜘蛛剑，一会儿只要影子天使的剑一砍下来，他们就马上用蜘蛛剑去格挡。影子天使优雅地举起手里的剑，小胖子手里的蜘蛛剑直接刺穿影子天使。我他妈让你嚣张！但很快，小胖子发现触感不对，影子天使依旧没有实体，真正有实体的只是他手中的那把剑。赵医生手里的蜘蛛剑就像个面条一样被轻松斩断。一击得手，影子天使再次拿出黑色沙漏，开始倒计时。胖哥，我求你一件事。你说，胖哥，你要是能逃出去，我给我爸传个话，就说我过得很好，让他别担心我，别担心，我家住在西安。你放心，我要是能活着出去，肯定把话给你传到。老黄还在狂奔，影子天使也不追赶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们。这时，黑色沙漏最后一粒沙子落下，陈哥发现自己的影子开始波动，终于来了，脚下的影子如水纹一般波动。
这是一个神奇的沙漏，每当沙子流完，影子怪都会随机攻击一个人，而当那人倒下后，沙漏又会重新计时。而这次轮了这个男人，男人却不避不跑，等待着影子怪到来。陈哥调整好姿势，猛地从水底跃出，然而结果并没有变化，自己的攻击没能给影子天使带来丝毫麻烦。陈哥现在已经沉入地下，可影子天使那双冰蓝色的眼珠直直地盯着他。陈哥在水下屏住呼吸，双手紧紧握着消防斧，默默计算时间。影子天使即使在攻击的时候，身体也是虚幻，唯一的实体就是手里的剑。陈哥这次瞄准影子天使的手腕攻击。如果一会儿我的攻击没用，我多半会被一剑砍熄。熄就熄吧。最后一粒沙子从沙漏里掉出来，我让你家的中条！影子天使冰蓝色的双眸中终于出现一丝惊讶。陈哥反手从腰间甩出一个瓶子，影子天使一剑刺穿塑料瓶，顿时酒精味满天都是，半空中的酒精瞬间燃烧。难道火还烧不熄你？影子天使手中的剑轻轻一挥，火焰顿时熄灭。陈哥人都麻了，这货绝对开了无敌挂。影子天使拿出沙漏，继续下一轮的计时。陈哥一跃来到牛车上，细细地盯着身后的影子天使。影子天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不是袭击了。突然，他举起手里的剑，将剑当作标枪，对着陈哥扑过来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不过来了？影子天使站在那儿，突然伸手对着陈哥挥手告别。什么情况？我猜他不是要放过咱们，而是咱们跑出了他的狩猎范围。陈哥双腿一软，坐了下来，想想都后怕。陈哥，看这把剑，咱们好像捡到宝了。这玩意儿用好了绝对是神器。4个人之中，只有陈哥是战斗型人员，所以黑剑最后由陈哥保管。出城的路已经被影子天使堵上了，咱们只能从另外一边出城。奔跑了一段路后，陈哥他们找到一个废弃的房子，3人准备在这里稍作休整。门口有一只只有巴掌大小的小奶猫。猫爱，你不会想养猫吧？我们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活。我总感觉能活下来的动物都不一般。你看老黄，要不咱们把它做成火锅？同意。你俩能不能有点爱心？都世界末日了，我养个猫不过分吧？咱们给它起个名字吧。决定了，就管它叫豆沙。为啥要叫它豆沙？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？我叫五人，它叫豆沙，多般配。小胖子开开心心地把豆沙捧在手里。转眼之间来到了晚上，3个人就这样围着火堆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，陈哥被一阵冷风吹醒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发现外面飘起了小雨。陈哥轻手轻脚地走到窗户旁边，伸出手去接雨水，惊喜地发现雨水竟然恢复了正常的颜色。这是不是说明末日要过去了？突然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，陈哥突然看见雨夜之中站着一个黑色的身影。影子天使，我操，这玩意儿怎么跟过来了？陈哥吓得心肝剧烈，刚准备喊出声，只见影子天使拿出一个小小的沙漏，将沙漏调转。陈哥刚想大叫，却发现世界静止了。你找我有事儿？影子天使站在他面前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。难道影子天使是为了追回自己的剑？陈哥壮着胆子将黑剑递过去，但影子天使伸出一根手指，表明自己并不是为了黑剑来的。影子天使摸出一个黑漆漆的东西，递给陈哥。你会不会中文？我看不懂啊。影子天使缓缓退到云幕之中，消失不见。陈哥摸着手里的牌子，一脸迷惑。这个怪物会吃人，快跑啊！2026年2月29号，东陵市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眼珠，随之通讯全断，城市中出现一些奇怪的生物，大部分人离奇消失。留守在东陵市仅存的4名特种兵仍然与这些怪物战斗着。
这巨人抓我们肯定是为了吃。一会儿我把手里的手雷拉环打开，直接跳到他嘴里。皮硬我们打不透，老子不信他里边也这么硬。连长，要去也是我去，你要是光荣了，我们咋了？滚犊子！记住，老子吸了以后，你就是连长，带兄弟们活下去，执行命令。是连长。巨人一步步逼近，上尉已经准备上去和巨人同归于尽。就在双方距离不到10米的时候，突然远处一个东西以极快的速度冲过来。只看到这东西一跃而起，巨人被直接撞退20-30米，并且痛苦地用双手捂着肋骨。上尉一头冷汗，然而等他看清楚转过来的东西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，因为那东西居然是一头黄牛。就在此时，一个背着黑剑的男人大步向巨人走过去。小心，这个巨人很危险！我操，什么妖怪？巨人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声，暴怒之下用自己的爪子直接去拍陈哥。巨人狂怒的锤向地面，陈哥就在水下静静的看着。巨人刚刚停下自己手里的动作，黑剑再次出现。巨人痛苦的在地上踩脚，眼神里充满恐惧，想要用一只手爬走。陈哥没有机会。那你们几个没事吧？没事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上尉上下打量陈哥，陈哥怎么看也不像是普通人。太好了，同志，大部队在什么地方？终于不用再过提心吊胆的生活了。上尉对于陈哥非常警惕，他都不知道这个男人是人是鬼。那边的小伙子是不是受伤了？我是医生，让我看看。不用担心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太感谢你们了。上尉一边说着，一边摘下防毒面具。可当陈哥看见这个人脸的时候，全身一震。我叫陆军，现任雪豹突击队上尉。几位怎么称呼？你好好看看我，你是不是认识我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应该没见过面。陈哥恍然大悟，原来咱们就是这么认识的。之前的陆军说过，自己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，费尽心思只是为了见自己一面。现在想想，如果当初陆军不是以炸学校为威胁，自己根本不可能被放出来，说不定自己现在已经吸在监狱里了。陈哥想到这里，看向陆军的眼神十分热切。陆军被看得后背发毛。这哥们不会是性取向有问题吧？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？这位同志，大部队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军队已经把其他地方的怪物都扫平了？是不是外面已经太平了？城外的确有军队，但只有一个营的兵力，而且之前遭受多次战斗，我们也伤亡惨重。现在通讯都断了，我们也是走一步看一步，不知道外面到底什么样子。陆长官，直接叫我名字就行。那好，陆军，你们几个为什么要来东陵市？其实我们接到一个秘密任务，去北花山里的一个秘密科研基地，结果路刚走到一半，末日降临，通讯全部中断， GPS 定位直接报废，一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袭击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暂时驻扎东陵市。我们这次是来寻找物资的，结果一上来就碰到巨人了。北华山距离这里不远了，也就50里左右。科研基地据说建在大山里，再往东走，山地林立，如果没有 GPS 定位，很难找到实验室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军人，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。等收集完物资以后，我们依旧会前往北华山，到时候你们跟不跟着？当然跟着。不管怎么说是正规军，怎么也比单打独斗强。陈哥和赵医生也点头，俺也一样。偷吃过超市东西的人都知道，一旦被抓到，不是倾家荡产，就是送监狱进行劳改。而这几个老六偏偏在里面大吃大喝，吃不下了还要包里装，却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。原来整个世界进入末日时代，城市里的人纷纷离奇失踪，而陈哥一伙人为了寻找物资，来到了这间无人的超市，吃了几口肉罐头，总算是解馋了。陈哥几人走向最后一个仓库。我刚才听见里面有人小声说话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打开？小胖子也有点为难，这次行动收获颇丰，没必要再去冒险了。把门打开看看，万一里面是人呢？能救就救。
小胖子也没有点头。现在两个队伍刚融到一起，相互之间还要磨合。陈哥直接把门砍开，从里面突然冲出来一个身影。你是不是人？别搞我，别搞我，我是人！啊，你们是军人？太好了，军队终于来了！你怎么证明你是人？我这么个大活人站在这，你让我证明我是人？这位兄弟，你结婚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我给你出个问题，如果你答上了，就证明你不是怪物。假如你快吸了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？删除浏览器记录。好了，是人。陈哥发现最后一间仓库里摆放的是各种衣物，而且仓库里不止一个人，除了眼镜男以外，一共还有3个人。看来是末日爆发的时候，他们利用这种方式把自己锁在仓库里自救。不用害怕，我是军人。仓库里的3个人一听到军队来了，激动的不能自已。最后是那名厨师，因为长期在封闭的环境里，已经吓得有点神志不清了。陆军上去就是2个嘴巴子，直接给抽醒了。小胖子和陈哥都竖起大拇指，这种治疗方法简便快捷，牛逼。同志，是不是大部队到了？是不是外面已经安全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丈夫怎么样了？他在市政府工作，你们去过市政府了吗？我丈夫还活着吗？看他激动的有点语无伦次，小胖子对陈哥小声说道：“你来还是我来？你来吧，我怕一巴掌直接把他打稀。”小胖子闷起胳膊，对着李秋秋的脸就是一巴掌。语无伦次的话戛然而止。你为什么要打人呀？我看你精神有点不正常。你精神才不正常。请冷静一点，我能理解你对丈夫的担心。到现在情况比较复杂，我还是先送你们去安全的地方，剩下的事情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说。是不是我丈夫出意外了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挺得住。实话告诉你，整座城市没几个人，你丈夫是死是活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我们也没去市政府，你要是想跟我们走，我们可以接纳你。如果你非要去找你丈夫，我们也不拦着，你自己选。我跟你们走。我也跟你们走。装满物资之后，姐离开了物资局。妈妈，我的脑袋里有个人和我说话，我有点头疼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咱们能不能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？因为一路上都没遇到危险，陆军也稍微有些放松警惕。好，休息15分钟，15分钟之后继续上路。能不能给口水喝？石子，来喝口水。可是小石子没有任何反应，紧紧地闭着眼睛。小石子，别吓唬妈妈，快点起来喝口水，你起来呀！我看看怎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人怎么吸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这种死法我好像见过，身体没有一处外伤，就像在睡梦中睡着了一样。之前医院里那些人不都是这种吸法吗？突然李秋秋听见自己脑子里有人说话。谁在和我说话？到底是谁在和我说话？滚出来！我不怕你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，滚出来！突然，李秋秋丢下自己儿子的尸体，夺路狂奔，一边捂着自己脑袋，一边惨叫：“我脑子里有东西，快出来，快点出来！”李秋秋不停地用头撞大树，场面极其惨烈，根本没人敢过去阻止。可没多久，李秋秋全身软软地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小胖子仔细观察老黄的动静，面对未知危险的时候，动物比人更敏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老黄和豆沙现在非常安静，不发出一点动静。豆沙和老黄可能是害怕叫声引来危险，这种情况类似于电影《寂静之地》的怪物，只要一发出声音，就会把这些怪物引来。小胖子突然伸出食指按在自己嘴唇上，示意大家不要说话。这一路走来，小胖子的判断很少出现失误，大家都无条件相信小胖子。大家怎么都不说话了？是不是被李秋秋吓的？你捂着自己的嘴干什么？是不是有人放屁了？不对劲！小胖子大脑飞速运转。厨师说完话以后，刘东的笑声最大，所以怪物盯上了刘东。可只有刘东一个人中招了，也就是说，那种怪物有可能只有一只。救我！救命！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和我说话，救我！不行了，我……刘东还没说完，突然全身抽搐倒在地上。片刻之后，刘东一动不动，吸了。小胖子比出剪刀手，表示大家赶紧跑。临走前，小胖子一把火将刘东的尸体点燃。
大家连呼吸都不敢大声，快步离开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厨师的肚子突然呼噜叫了一声。我听见了，我也听见了，那个东西就在我的脑子里！救命！快点救我！听清楚那个东西在你脑子里说什么，说不定我们还能救你。我也不知道，总之我的身体好难受，我的脑袋快要裂开了，你们快点想想办法！啊，赵医生，陆长官，你们快点救救我！小胖子脑门上全都是冷汗。刘东的尸体已经被烧了，如果是看不见的虫子，应该已经被火烧死。可是现在看来，应该是某种更诡异的东西，一种能够隔人的声音。赵医生，你学历最高，你说声音能嘎人吗？能。如果是次声波，对人体的伤害极大，最严重的要人的命。难道？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不许说话，立刻离开。不是哥们不想救你，是我实在无能为力。如果隔人的东西真是一个虫子，我们还能给你灌2斤杀虫剂。但现在隔人的东西是一段声音，你告诉我怎么消灭一段声音啊？别丢下我，我还有我老婆孩子，他们还在等我回去，救救我！理论上来说，声音最远可以传播到34公里以外，但考虑到实际环境，一个成年人的声音最多可以传到200米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只要除湿机之前我们能跑出200米，就有可能脱离魔音的追杀。你们都不让我活，我也不让你们活。刚子举起手里的枪，想要一枪结果了。如果厨子现在吸了，他体内的魔音发生变化，附在其他人身上，那麻烦就大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一辈子没做过一件错事，为什么要吸得这么惨？老天爷，你不长眼啊！老天爷，你不长眼啊！厨子倒在地上不动了，看样子似乎已经死了。7个人死死地闭着嘴，生怕下一个吸的是自己，甚至走路的时候脚都轻抬轻放，生怕发出不必要的噪音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安全的时候，陆军可能是走得有些累了，下意识扭动一下脖子。那个东西好像进我脑子里了。你们继续往前走。魏国，我要是不在了，你就带大家回军营，趁着我现在还清醒，快走！长官命令大家闭嘴，但是士兵非要大声喊叫，哪怕长官掏出枪对着士兵，士兵的声音更大了。原来长官脑子里有个怪物，只要声音够大，怪物就会附身那个人，而那个人也很快就会吸掉。为了救长官，士兵顶着被枪毙也要大声喊叫。连长，以前你救过俺的命，我这个人读书不多，脑子也不好使，谁对我好，我就对谁好。连长，你们走吧，我跟他斗。刚子，你妈还在家等着你呢，我现在命令你再敢说一个字，老子崩了你！连长，俺这个人没别的本事，就是嗓门大，你枪毙俺也没用。刚子拿着手枪急速往反方向跑去。别哭出声，快走，别让他白白牺牲。就在他们跑出1里地以后，身后传来一声枪响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气氛死一样的宁静，特别是陆军一直抱着枪走在最前面。看开点，这世道。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我们还要走多长时间才能赶到军营？之前我们开车用了1个多小时，大概60-70公里。如果我们以现在的速度前进，估计需要3-4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。就这样，剩下的6个人一路往前，但前进的速度比预测的更慢。最关键是老黄的心思完全不在赶路上，经常走走停停，喜欢在路边啃嫩草叶。如果是普通的黄牛，陆军早就一鞭子抽过去了。可是见过老黄的神威，陆军还是选择等黄哥吃饱了再上路。这牛要是发怒，1个排的兵力都不一定能打赢这头牛。一直到下午6点多，天黑了。看来今天晚上咱们只能在这儿安营扎寨了。6个人围在火堆边上吃着晚餐。对了，咱们说说怪物的事情吧。你们说这些怪物是怎么来的？说起怪物，我认为怪物主要能分为2大种类。第一种，我将其称为变异种。这种怪物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原本的生物变异而来。最典型的就是黄哥。末日到来之前，黄哥应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黄牛，可是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异，现在进化的和牛魔王一样。第二种怪物，我称之为降临种。那原本就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一般这种怪物的战斗力都极高，往往不遵守咱们世界的物理法则，随心所欲，极其恐怖。说着，小胖子总结一下这一路上遇到的各种怪物。随后陆军开始介绍起自己遇到的各种怪物。小胖子喜欢听故事，陆军讲到细节处的时候绘声绘色，小胖子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。至于最后一个，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怪物。
那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猴子，那只猴子为特异功能，那次是我们牺牲最多的，足足吸了15个人才杀得那只猴子。最后我们还把猴子的面具剥下来当做战利品。老陈，以后要是太平了，要不要考虑参军？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陈哥苦笑，别说以后，他们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。睡觉，养精蓄锐，明天早点走。然而他们谁都没注意到，幽暗深处一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们，夜已经深了，空气中正弥漫一种淡淡的香味。就这样，6个人全都进入了深度睡眠，就像打了麻醉剂一样。不远处的丛林之中，2点幽光正在慢慢靠近他们。就在双尾狐狸张开嘴准备咬断小胖子的喉咙吸血的时候，突然不远处竟然传来一声猫叫。双尾狐用爪子拍了一下老黄，发现老黄也睡着了，张开嘴一口咬在老黄的脖子上。双尾狐狸发出怪异的惨叫，一张嘴吐出来2颗牙。这是牛，这皮也太硬了吧，咬不动，根本就咬不动。随即将目光放在豆沙身上，我打不过黄牛，我还打不过你一只小猫。豆沙盯着双尾狐狸，突然眼神变得诡异，一股无形的力量锁定双尾狐狸。双尾狐狸的身体竟然在半空中坍缩，最后坍缩成零，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做完这一切，豆沙虚弱地回到象胖子怀里睡着了。第2天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，6人吃饱喝足，再次启程。一行人跟着老黄走走停停，走了足足3个小时，也没看到陆军说的军营。连长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这地方我看着眼生，从没来过。按理说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地方了，应该没问题啊。连长，你说会不会是营长他们联系不上我们，提前走了？的确有这个可能性。连长，我觉得带大部队应该是往任务目标前进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应该去了北华山，我们现在追应该还来得及。陆军看向陈哥3人，支援北华山科研基地是他们的任务，和陈哥他们没什么关系。万一路上出现伤亡，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就行，我们跟着你一起走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快点追上大部队，部队里的物资已经不多了，最多只能支持消耗2-3天，希望能来得及。老陆，你过来看看。众人看去，树上有一排弹孔，陆军双手握着枪，抬头往树上看，只见大树上倒挂着一具尸体，好像是3连的，是咱们人。人应该已经吸了，你们都让开，我把树砍断。这边出现战友的尸体，说明军营里肯定出事了，我必须马上回去看看。别担心，不管怎么说，军营里也有上百号正规军，如果遇到的东西连他们都解决不了，我们去了也是白打。所以啊，安安心心赶路，别想那些没用的。可是走了不到1个小时，他们看见不远处的大树上又挂着3具尸体。连长，那是营长。陆军脸都白了。除了营长以外，另外2个人分别是政委和指导员，也就是说，军营里权力最大的3个人已经没了。陆军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检查一下尸体，脸色更加难看了，因为他在营长的后脑发现一处弹孔。营长不是被怪物嘎掉的，是被士兵嘎掉的。军营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是叛变？荒郊野外突然出现一个求救信号弹，可当救援的部队赶到的时候，却没有一个人上前营救伤员，更是站在1公里看着这些伤员一个一个吸亡。这些人应该是瘴气中毒。瘴气中毒？是的，正常人吸入瘴气10分钟，身体就会出现异常。我们现在没有防护装备，想要在10分钟内将人救出来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。那怎么办？我好不容易找到部队的兄弟们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吸掉啊！就在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，老黄猛地叫了一声，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老黄身上。黄哥，你能行吗？那里面可是瘴气地，说不定进去就出不来了。老黄是变异的神牛，说不定根本不怕这瘴气。老黄谋地叫了一声，表示自己没问题。陈哥立刻将老黄和牛车分开，老黄慢悠悠地往林子深处走去。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，结果不到1分钟，老黄把一个穿着军装的人拽出来了。赵医生立刻开始抢救，庆幸的是，这些人中毒不深，经过简单急救，很快就恢复意识。你是陆连长？别激动，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。这时候老黄把人一个一个拖出来，前后用了都不到10分钟，12个人就都救出来了。赵医生经过检查，从之前收集的药品里找出解毒用的药剂，给士兵注射下去，再把他抬到通风处。没过一会儿，士兵的状态就恢复很多，至少能跟人正常交流。你们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我们带着物资赶回去的时候，军营已经不在了。
连长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遇到那只戴着面具的猴子吗？陆军点头，那只猴子给他的印象极深。为了杀那只猴子，他们一共吸了15名士兵。我们都搞错了，真正诡异的不是猴子，是他脸上的面具。结果你离开的第一天晚上，面具就附在营长的身上，营长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一样，对着士兵们开枪，兄弟们都被打散了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就剩下我们这些人。陆军脸色阴沉，因为他们在路上看到了营长的尸体。如果变异的是营长，为什么他的尸体会被挂在树上？而接下来询问的几个士兵说的各不相同。这几个人里有人在说谎。小胖子来到赵医生身边，小声说了什么。赵医生微微点头。对了，你们在这片树林里待了这么长时间，身上有没有其他伤口？我帮你们检查一下。陆军，让他们把外衣都脱下来，我帮他们检查一下。哦，大家身上有没有伤口？我们刚才遇到一种虫子，会往人的肉里钻，让赵医生帮大家检查一下。士兵们都痛痛快快地把外衣脱下来，让赵医生帮忙检查。只有之前的林川神色有些慌张，迟迟不肯把外衣脱下来。林川，怎么了？都是老爷们，害什么羞啊？连长，我应该就不用了吧？脱！林川，赵医生也是为了你好。林川嘴唇微微颤抖，最后一咬牙，直接把外衣脱下来。这个林川后背居然长着一张人脸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面疮？我从医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这东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这是在营长发疯那天晚上我后背出现的。这绝对是因为某种变异而来，只不过看样子林川受到的影响不大。至于变异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，现在还没法给出结论。现在环境太恶劣，没法给你手术。咱们先找那个科研基地，如果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器械，那最好。我知道科研基地在什么地方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可是最高等级的军事机密，连我都不知道。营长身上有一张地图，上面标注了科研基地的位置。我也是在营长发疯离开营地以后，收拾东西的时候才发现的。林川，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我信你。但是到地方以后，我也希望你把真相告诉我。林川重重的点头。就这样，队伍扩大到10几人。林川将地图拿出来交给陆军，陆军仔细查看地图，这才发现其实秘密科研基地距离他们并不远，步行的话1个小时就能到。你还记得这个林川之前说的话吗？哪句话？就是遇到怪物那句话。林川说，厉害的不是猴子，是猴子脸上的面具。你看他后背的东西，会不会是个面具？赵医生后背升起一阵寒意。也就是说，能一夜之间击垮一个营正规军的怪物，就混在我们中间。而且这个林川行为举止一直很古怪，好像在隐瞒什么东西。怎么办？拿下他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陆军是什么反应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跟了他好几年的部下，这人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重情重义，宁肯自己流血受伤，也不想兄弟受罪。那怎么办？陈哥思索了1秒钟，直接大步走过去，一把抓住林川。林川，我怀疑你后背那个是怪物，跟我来一趟。陈哥决定用最直接的方法解决麻烦。小胖子也好，陆军也好，他们心中都有顾虑。陆军顾及多年来的兄弟感情，小胖子想要稳定现在的形势，而陈哥是个粗人，可以做到无所谓。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你们都不许跟我来。老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用去管他们。老陈这个人其实看事情比我更通透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！我就实话跟你说了，我怀疑你后背上那个东西有危险。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科研基地，万一你把有危险的东西带进去，大家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你得跟我坦白。你是谁呀？我凭什么？情急之下，他伸手去拔后腰的手枪，陈哥动作比他更快。林川感觉跟自己对打的不是人，那就是一头膘肥体壮的棕熊，这力量大的根本就不像是人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我想知道真相。为了避免潜在的危险，如果你不坦白，我就一枪毙了你。你之所以这么害怕，无非是怕死了。现在枪在我手里，生死由你选。我们连长，你连长就在旁边看着，你看他过来了吗？陆军虽然看见林川被陈哥放倒，但他并没有出手阻止。林川知道陆军默许这件事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？咱们只有5分钟，现在只剩下4分钟了。长话短说，如果有对你不利的部分，我保证不告诉你们连长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这一切还要从我们连长外出寻找物资开始说起。那是一张有生命的面具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只要戴上它，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某种超凡的力量。可与此同时，面具也会吞噬佩戴者的情感和欲望，据说将其变成一具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。当时营长坚持要继续前进，找寻科研基地，哪怕已经联系不上总部，副营长却坚决主张
自己闹分家，副营长带着一大半人跑了，剩下的人被怪物逐个击破，现在那个怪物就寄生在他身上。没事，咱们马上就到科研基地了，那里有很多厉害的科学家，他们一定能想办法将怪物从你身上分离。现在大家立刻前进，务必在天黑之前找到科研基地。崎岖的山路加上荆棘丛，让前进的速度一直快不起来。高强度赶路让每一个人都精疲力尽，直到傍晚。我们应该是到了，这里只有灌木和冷冰冰的石头，哪有一点科研基地的影子？难道说地图是骗人的，还是说这里面有其他隐情？没事的，说不定是咱们没找对地方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咱们就地安营扎寨，找科研基地的事情明天再说。没办法，只能按照小胖子说的来。大家开始生火做饭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？什么？你听到什么了？自己吓唬自己？不对，的确有声音。咱们头顶好像刮大风了。怎么了？安静，咱们头上好像有动静。刹那间，整个营地鸦雀无声。当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以后，那个声音更明显了，就像是一只大鸟以极快的速度从一边飞到另一边。突然，站在最边缘的小多惨叫一声，只见黑暗中有个东西伸出一双锋利的爪子，勾住小多的肩膀，正把他往黑暗里拖去。陈哥眼疾手快，一把夺过小胖子手里的蜘蛛剑，把蜘蛛剑当作标枪，对着小多身后就是一枪。黑影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什么玩意儿？不要放松警惕，天上还有很多。陈哥小心翼翼地走到小多身后，查看地上的尸体。这是个啥玩意儿？这与其说是一只鸟，还不如说是一块布，一块漆黑如墨的布。陈哥不敢用手去摸，用黑剑轻轻戳了2下，发现这东西居然还在动。陈哥不想在这上面白费心思，准备用火直接把这东西给烧掉。结果火光一照，这块黑布非常痛苦的扭曲。怪不得头顶飞着这么多黑布，却不敢下来。原来这玩意儿怕光，知道这东西的弱点就好办了。每个人手里都拿一个火把，这些东西怕光。我肩膀好疼，赵医生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？赵医生看见他的肩膀处有2排细细密密的伤口，触目惊心。忍着点儿，我不知道这东西有没有毒，帮你把污血挤出来。问题不大，只要我们坚持到天亮，这些东西自己就会离开。不对劲！只见被插在地上的那块黑布，竟然在最中间长出一张嘴，正在往外不断的吐一种黑雾。火焰光芒一碰到这些黑雾，就会被无声无息的吞掉。黑雾会吞噬光，快点想办法突围，不能在这干等着。战士们抬手往天上射击，但因为没有视野，到底打没打中目标也不知道。还有没有照明弹了？往天上打1颗。照明灯是强光，如果在天上炸开，说不定能驱散这些黑布。已经用光了。黑雾正在向他们慢慢逼近。如果强行冲出去，肯定会遭到这些黑布的袭击，就像手多一样。但如果一动不动，火把的光早晚会被吞噬，到时候也是死路一条。有没有绳子？大家绑在一起，避免有人掉队。我在前面开路，你们顺着感觉跟我走。连长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可以使用面具的力量带大家离开。不行，咱们现在还没到绝路，而且你那面具副作用太大了。陈哥手里握着黑剑，一路冲杀，可是怪实在是太多了，来了一批又一批，眼看陈哥快体力支撑不住了。林川右手掏出面具，就在他将要戴上面具的时候，树林最顶端突然有一团白光炸开，几乎将树林染成白昼，所有的黑布都发出凄惨的叫声，往4面8方逃窜。谁打的照明弹？那边有个人，咱们要不要过去？不过去还能留在这等死，快走！往这边走，那些玩意儿短时间内不敢回来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我叫叶雨露，代号1825科研基地的研究员。你们是谁？陆军华北第7师7营3连连长，接到命令增援1825号科研基地。跟我来了。这只老鼠完全打破了吃东西必须要排泄的规律，而且体重也会因为吃下食物的重量同步增加，吃1公斤变增1公斤，吃1顿变增1顿。更恐怖的是，它的肌肉与骨骼强度还会随体重暴涨而大幅提升，到最后就连炸药都炸不死它。而陈哥决定帮助科学家拿回关于末日的重要资料，可这些重要资料偏偏藏在地下300层，而且那里正是那只恐怖老鼠的活动区域。陈哥利用鲨鱼皮一路滑行到地下300米深的实验室。我的工位就在工作区倒数第2个位置，进去。
时，这才发现废料区的后面有一个大洞，应该是被这只大老鼠挖出来的。经过强烈的心理斗争，陈哥还是决定下去救人。突然，陈哥想起豆沙还在自己怀里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穿上鲨鱼皮以后，只能带死物在地下游泳，没办法再活着的动物。豆沙会不会已经憋死了？他急忙伸手去摸，结果发现豆沙竟然消失不见了。难道说这只猫有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能力？先不想这些，把人救出来再说。没有1分钟，陈哥就来到老鼠的巢穴。就在这时，陈哥感觉地面的微微震动，一个重达1吨的老鼠从上方跳下来。陈哥快速掏出手枪，对着大老鼠就是2发点射，子弹打在老鼠身上，就像打在钢板上一样。大老鼠发出尖锐嘶吼，直接进入暴走状态，1吨重的身体就像坦克车一样撞过来。大老鼠邀请我留下来吃晚餐，我反手做起了一个鼠肉大拼盘，吓得旁边的僵尸男连连夸赞我厨艺精湛。而就在1分钟前，1吨重的身体就像坦克车一样撞过来。然而这2片尸体开始快速的蠕动，最后合二为一，重新变成一只大老鼠。这就是不死之身，子弹对大老鼠的效果无限接近于0，唯一能对大老鼠起作用的就是手里的黑剑。黑剑虽然能砍死它，但短时间内想要完全消灭老鼠不太可能。你还能站起来走吗？我出不去了。你是变种人吗？你是不是注射了 N20剂？20剂是个什么东西？叶雨露没告诉你真相。我要是知道真相，我就不下来了。既然你出不去了，还有什么遗言？那我帮你转达。说来话长，第1句话都没说完，老鼠再次冲过来。他仗着自己有不灭的身体，横冲直撞。陈哥手里拿着黑剑，直接把老鼠大卸8块。陈哥发现，只要是物理层面的东西，就没有黑剑劈不开的。给大卸8块的老鼠破碎的组织还在往一些凑合。还得起来吗？能起来，咱们就上去聊。应该还得活一会儿。陈哥连拖带拽把怪物带到地下实验室。你口中的 N20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20剂是以这种蓝色雨水为基础人为改造的新型药剂。二药剂可以让已经变异过的动物发生2次变异，有极小的几率能变回原样。而且原本的蓝色雨水是不会对人体产生作用的，可人工开发出来的 N20剂可以作用于人体。你看我这个鬼样子，就是因为注射了20剂。这东西能对人体起作用，怪不得叶雨露那个女人说什么也要把研究数据带上去。你之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你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踏入了人类未知领域。你听说过遥视这个词吗？没有。拥有遥视能力的人，他们有一双慧眼，不仅能够看见千万里之外的东西，还能跨越古今未来。但观测的东西离他们越远，离现在的时间线越长，他们看的就越模糊。军方想利用遥视解开蓝雨的秘密，而实验刚开始5分钟，拥有遥视能力的其中一人诸葛兹就凭空失风，而另一个人就发疯而死。就在当天下午，实验彻底失控，一只老鼠突破基因限制，培育出了超乎常理的能力。就在第2天中午12点，末日爆发，给全世界都带来巨大的灾难。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观测引起这场灾难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。怪物最后拿出3个 U 盘，叶雨露让你下来，为的就是这个吧？陈哥接过 U 盘，怪物回光返照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声音变得极其微弱，最后彻底失去生机。难道这就是真相？这些降临的怪物都是人类自己引过来的？陈哥不知道该如何分析，只能把这些信息记在脑子里，回去以后和大家商量。此时地下鼠巢，地上的肉块又重新聚集在一起。老鼠这玩意儿也是很记仇的，复活之后第1件事就是找陈哥报仇。大老鼠跑起来就像旋风一样，片刻之后来到实验室准备报仇。吃老鼠的猫大家都见过，吃猫的老鼠大家一定没见过。眼前这只老鼠就准备吃掉这只猫，可5秒后他将后悔自己做了这个决定。大老鼠左看看右看看，这只小猫仔怎么看也不像有威胁的样子，还是吃了算了。豆沙突然瞳孔一变，大老鼠的身体瞬间坍缩，最后完全消失。豆沙舔着自己的爪子，现在的小年轻一个个一点边界感都没有。陈哥带着 U 盘一路游回了地面。不错，活着回来了，我没看错人，的确有点本事。我要的东西你带回来了吗？
你要的是这3个东西吧？你想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要知道真相，别怪我多疑。现在这个年代，想要相互信任太难了。叶雨露稍微沉默，随后将地下实验室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出来。他口中的证词和怪物说的基本上都能对上，甚至有更多细节。那好，地下的事儿都说完了，现在该说说地上的事儿了。地上这些人都去哪了？我把他们都嘎了。你是怎么把这些人都嘎了的？一共多少人？一共8个人，4名持枪守卫，1名厨师，3名清洁工。那就更不可能了。4名持枪守卫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，不可能会被一个大龄剩女嘎掉，没理由。除非你注射 N2世纪。你知道 N2世纪这个名字下面还有人活着，别那么看着我。我虽然疯，但我不傻，我可不会去赌几10万1/1的几率注射 N2 药剂的不是我，是地面上那帮人。这些人又不是傻子，为什么会注射 N2世纪？先告诉我你在地下遇到谁了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说不说？凶什么凶啊？还要打人，真没素质。说就说。实验基地有一位叫吴子龙，他是第一个提出要用活人做实验的生物学家，结果被所有人否定。我猜 N2世纪就是他带出来的。这么简单就能把这么危险的东西带出来，你们这安保系统也太次了吧！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说谎。看到我们这沙包大的拳头了吗？我都这样说谎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要是不信，打死我！我决定成全你，来，哥几个打死他！停！你怎么听不出我这说的是气话？我说你脑子是不是缺根弦？你也知道我脑子缺根弦，所以以后跟我说话别拐弯抹角的。叶雨露翻了个白眼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，这混蛋是又横又右又不要命。吴子龙在地下实验室的权力很大，一方面负责 N2世纪主要研究，另一方面负责和地面沟通。以下是我个人猜测，其实只要对地上外勤人员说，下面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细菌，然后把手里的 N2世纪当成疫苗发给他们，并告诉他们一旦出什么意外，必须第一时间注射疫苗。这些人大概率就会主动注射 N2世纪。当然，这些不是我个人的猜测，事实到底怎么样我已经不知道了。我上来的时候，外勤8个人都已经变异，其中5个当场死亡，剩下3位生不如死。我出于好心送他们一程。好了，我的话说完了，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N2世纪这个名字是谁告诉你的？吴子龙。那他现在已经吸了。成千上万的女体怪朝着科研基地涌来，怪异的是，他们对路过的女性视若无睹，唯独见到男性便疯了似的围上去争抢。原来他们族群因为全部是女性，无法自行繁衍，必须依靠其他种族的男性才能延续后代。然而在这末世里，活的生物已经很少见了，更别说男人这种稀缺品。而就在1个小时前，巡逻的士兵在墙上发现2个包子大小的东西。这啥东西？连长，你过来看看。连长这边也有好多啊！正当士兵奇怪的时候，那些包子下一秒变成一个女体怪，冲进科研基地内。这些怪物的身体居然可以穿过实体，要不要这么离谱？陆军吹响了警戒哨子。陈哥他们3个刚回房间，还没睡着，突然听到急促的哨声，立刻拿上武器装备冲出来。怎么了？开火！这些玩意用枪打不死，但可以确定枪对女体怪能造成一定伤害。体内被射入子弹的怪物行动都变得缓慢。不行，这里守不住了，快点出去！墙壁上爬出2个女体怪，叶雨露脸色苍白，还以为自己死定了。结果这2个女体怪好像根本没看到他，直接从他身边走过去。这些女体怪不是攻击我们，她们只是想抢男人而已。魏国直接被扑倒在地上，这些女体怪都咧开大嘴，不知道是不是在笑，根本不管其他人攻击，拖着男人就往回跑。这到底是有多饥渴？这样的怪物少说也有几百上千。突然2道炽热的白光扫过。我看见超人了，你的牛以前也这么厉害？我也不知道，以前没见过这个技能了。仓库里的N2世纪少了2瓶，会不会其中1瓶被老黄喝了，所以才发生2次变异？女体怪数量众多，被老黄一发激光眼扫清一大片，但还是悍不畏死，玩命往前冲抢男人，死活哪有男人重要？黄哥，刚才的镭射眼能不能再来一发？陈哥转头看着老黄，发现老黄正在眨眼，看样子眼睛有点干，估计镭射眼也不是随便乱用的。
快上车！几人也不磨叽，立刻上车。车库里还有一辆车，你们快去车库。门口被堵住了，出不去了。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境地的时候，老黄低着头，哞地叫了一声，突然身体就像流星一样向着大门方向撞过去。叶雨露一脚油门，顺着老黄撞出来的路狂飙。坚持住，我们走的是下山的路，最多20分钟就能离开森林，到时候肯定能甩开这些怪物。突然，正前方飞过来一道长矛，直接贯穿叶雨露左臂，剧痛让叶雨露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越野车直接撞在旁边的树上。赵医生清醒过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叶雨露的伤口。忍着点，我帮你处理伤口。女体怪已经冲过来，如果不快点走，就来不及了。他艰难地伸出手，将衣服里的所有 M2试剂递给赵医生。走吧，生死皆有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走吧，再不走都走不了了。赵医生一咬牙，从药箱里拿出一支止痛剂，递给叶雨露。他能做的只剩下这些了。看着赵医生他们离开，叶雨露艰难地拿起注射剂，刺入自己静脉。高空，一只女体怪落在车前盖，发出巨响。叶雨露静静地看着女体怪，眼神中透着解脱。你敢信上千个女生追着几个男人跑，只是为了生个娃，而男人不但不领情，反而请他们吃枪子？连长，我要是被这些女体怪抓住了，能不能在我脑门上来一枪？我不想成为他们的工具。陈哥将第2辆越野车开出来，上车。你来驾驶，我出去挡人。陈哥伸手抓住鲨鱼皮，直接从主驾驶位置沉下去。陆军直接将油门踩到底，越野车原地漂移，以前轮为轴旋转。挡我者死！这些女体怪看见这么精壮的男人，非但不害怕，反而玩命地往上冲。老陈，快上车！你们先走，我有办法出去。自己有鲨鱼皮女体怪虽然可怕，但想要留下自己也不容易。陆军也不磨叽，一脚油门横冲直撞，生生从大门口撞出去。陈哥见到陆军脱困，深吸一口气，直接沉入水下，往大门方向游去。下山的路上，一个脑袋从地下钻出来，正是陈哥。下山的路有2条车痕，陈哥打起精神，循着车胎印往山下走。大约走了2个小时，陈哥突然看见一辆越野车正撞在大树上，往里看，看见驾驶座上定着一个人，赫然是叶雨露。还活着吗？快死了！原来在赵医生他们离开以后，女体怪很快就追上来。叶雨露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但是没想到女体怪对她不感兴趣，并没有杀她，而是留她在这儿自生自灭。长矛完全贯穿左侧上臂，这种匮乏的医疗条件下，伤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感染，怎么办？拔出来还是让这半截长矛留在里面？如果拔出来，说不定会大出血；如果没有有效的止血手段，几分钟人就没了。但如果不拔出来，伤口肯定会感染，没有抗生素，迟早也是死了。下山，如果天黑之前能找到赵医生，说不定还有得救；如果找不到，也无所谓，生死有命。陈哥用黑剑将长矛的2端砍断。还能动吗？要不我背你？不用，你还是多节省点体力吧。我伤的是胳膊，又不是脚。如果再遇上危险，你不用管我，自己跑就行，我不会怨你的。突然他身体一轻，发现被陈哥背起来了。都说了，不用管我。就你这100十来斤，对我没啥负担。我也不是单纯为了救你。胖子说过，人是群居动物。这一路走来，如果没有胖子和老赵，死几次了？这次是我救你，等下次你救我就行了。叶雨露微微一笑，而且遇到怪物，我就把你丢出去当挡箭牌，不也算废物利用吗？叶雨露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。活该你单身一辈子。突然，陈哥听到有什么东西急速飞过来，抓紧我！我怎么抓？叶雨露左臂稍微移动就剧透，没办法，只能将2条腿盘在陈哥腰上。女体怪动作灵活，为了抓男人，他们并不对陈哥下死手，只想将陈哥体力耗尽，好活捉他。你还是把我放下的，你不是能钻到地下吗？你一个人跑吧。还没到那时候。跑着跑着，陈哥发现正前方有一块圆形空地，这片空地寸草不生，十分怪异。陈哥已经被这些女体怪逼到绝境，也顾不得前方还有什么妖魔鬼怪了，大步冲过去。就在陈哥踏上这块圆形空地的时候，女体怪的追击戛然而止，就像有一道无形的结界，完全阻隔他们追击。女体怪数量众多，却不敢跨过雷池半步，全都在圆形空地外面嘶吼：“有本事过来呀！让你们嚣张，让你们浪！”陈哥感觉自己体力也快到极限了，把叶雨露轻轻放下，准备稍作休息。突然，所有女体怪似乎看到了什么十分恐怖的东西，以极快的速度后退，眨眼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。陈哥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他感觉后背传来一股寒气。这肯定是其他怪物的领地，而且这个怪物的实力绝对非同小可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刚逃出嗷嗷待哺的女儿国，又闯进溺爱御姐家。
别看他现在抽得我嗷嗷叫，等下我掏出那样东西，他都要下跪唱征服。而就在1分钟前，女性影天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意思是让陈哥先出招。叶雨露全身无力，根本就没法走动。陈哥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，前后都是一死，死也要像个爷们。陈哥肾上腺素快速分泌，如同一只猛虎般扑过去，没能造成任何伤害。女性影天使挥舞手里的黑色锁链横扫。陈哥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双手握剑冲向影天使，就算没用，也要做最后挣扎。陈哥知道自己躲不开了，这次没人会来救自己。突然，陈哥想到之前东陵市的影天使给自己一个奇怪的牌子，没办法了，死马当成活马医。陈哥用最后的力气把牌子举起来，成了。双方就这样保持僵持，陈哥也不知道这个牌子到底干什么呢。总之，对面这大姐不继续攻击了，活1秒是1秒。而接着，女性影天使单手抚胸，微微鞠躬，陈哥顿时受宠若惊。难道这黑色牌子代表某种身份？总之，应该能活下来吧。如果没啥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了。陈哥一路小跑把剑拿回来，然后抱着叶雨露准备离开。女性影天使突然伸手拦住他们2个，陈哥还以为他又要动手。女性影天使伸出细长的手指捏起叶雨露受伤的胳膊，叶雨露感觉胳膊一阵剧痛，但是又不敢叫出声了。刺入叶雨露手臂的20公分长的木头没有任何阻碍的被取出来，伤口居然自己愈合了。你放我下来吧，没事了。你会说我们人类的语言吗？你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吗？女性影天使肩膀微耸，双手一摊。你这是啥意思？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？果然，人类和以外的生物交流就是费劲，不说也没关系。那我们就走啊！你不会拦着我们吧？女性影天使双手交叉贴在自己小腹上，一副温柔贤淑的模样，完全看不出她一铁链能把地面抽裂。要是有这么个女朋友，好像也挺靠谱的。以后谁敢欺负我，就让她拿铁链子抽谁。陈哥和叶雨露紧张地离开这片圆形空地，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离开的。女体怪再也没追上来，这一走直接走到天黑。你不是科学家吗？有没有办法找到小胖子他们？我是科学家，我不是神仙。还有，我不行了，我真走不动了，你还是一枪崩了我吧，也算给我个痛快。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最头疼的就是体测。哎呀，不行了。陈哥体力也消耗得很严重，但还没达到叶雨露这个程度。黑天赶路实在是太危险，实在不行，今天晚上只能露宿野外。陈哥找个地方坐下，刚准备拿点东西吃，发现叶雨露身后的树竟然活了。不仅仅是这一棵树，四周所有的树居然都变异了。叶雨露脸色苍白，陈哥却冷静得多。他之前就遇到过大树变异的事情，知道这些东西怕火。把火把举起来，这些东西不敢把咱们怎么样。还我命来人来！还我命来！这些人面树从中间缓缓裂开，从内部挤出一个又一个尸体。跑还跑得动吗？这个节骨眼上，跑不动也得跑。叶雨露在极度恐惧下，已经把精疲力尽这件事彻底给忘了，爆发出有生以来最快的奔跑速度，跟着陈哥玩命的跑。陈哥和叶雨露慌不择路，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等气喘吁吁停下来一看，面前灯火辉煌，二人眼前竟是一座村庄。怎么办？进去吗？当然不进去回头。这座村庄灯火通明，十分繁华。要知道，现在可是世界末日，别说小村子，城市里的人都没了。这种地方绝对不能进去，进去就等于送信。二人一回头，原本他们过来的路，此时已经不见了，变成一滩淤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们绝对是从这边走过来的。为什么没有脚印？为什么路凭空消失了？要不我们进去看看？绝对不行！你没看出来吗？有东西想把我们逼进村子里。既然没有退路了，我们往两边走，跟着我别落下。地图上明明什么都没标记，荒山野岭却出现一座村庄，而整座村子灯火通明，透着格外反常的繁华。男人带着女人想绕开村子，可奇怪的是，不管往哪里走，最后都会来到村子的入口，好像无形的力量将两人推进村子里。你知不知道奇门遁甲？不知道。那《三国演义》总应该知道吧？传闻诸葛亮布下巨石阵，困住东吴5万大军，用的就是奇门遁甲。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闯入奇门遁甲阵里了？你还懂这些东西？不懂。好吧，希望破灭，反正也没别的地方去了，要不进去看看？进去看看，反正也没什么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二人一起踏入了这个村子，天色昏黑，天上没有一丝星光，更看不见月亮。你不是不怕吗？害怕是本能，看透人生是理性，理性和本能不能一概而论。现在我们该往哪儿走？
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，看能不能走出去。两个人走着走着，突然都僵住了，路没了。这条土路的尽头是一间巨大的宅邸，大院的正门上贴着一个大字。还继续往前走吗？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两个人急忙回头，却差点撞到一个人。他们身后什么时候多了个人？二位贵客，今天是小女大婚，进来喝一杯喜酒吧。陈哥突然拔刀，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。二位喝杯喜酒吧。老婆婆一把抓住叶雨露的手，快步往府邸里走去。别看她身材瘦弱，手上的力道似有千万斤重，叶雨露不管怎么挣扎都没用。二位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千万不要和我客气。李家婶子，快点过来帮忙啊！还有王家他叔，那边的灯都歪了，你过去给正一下。新郎新娘就要拜天地了。叶雨露和陈哥二人环视四周，这偌大的庭院里，除了他们三个，哪还有别人呢？叶雨露，你刚才不提到什么奇门遁甲？你会不会开天眼？你看这四周是否真的有许多人？我是生物学家，我不是道士，没研究过易经八卦。这次回去以后，我肯定要研究个透。不用怕，按照我这一路走来的经验，越吓人的东西，实际战斗力越低，说不定这些东西不过是外强中干。你说你不怕，那你的腿为什么一直在抖？生理反应而已，问题不大。一会儿我直接打出去，你就跟在我后面。小伙子，你怎么不喝酒啊？这可是美酒，喝呀！老太婆，我现在要出去，给我指条路，否则信不信我抢了你女儿当压寨夫人？什么？你想娶我女儿？那太好了！小红，来见过你夫君。我要抱孙子啦！陈哥打开眼，这什么情况？内堂大门突然打开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。在诡异的灯火下，一个新娘子站在内堂，大红嫁衣，凤冠霞帔，喜庆的很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陈哥别提心里有多慌了。那个老人家，其实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我们就是问个路。可是我当真的，我的好女婿哦！快点入洞房吧！手轻轻一推，陈哥顿时感觉自己身体腾云驾雾。等回过神来的时候，自己竟然已经站在新娘子身边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哥心急如焚，但却发现自己的手脚根本动不了。新郎新娘拜天地。陈哥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傀儡一样，被什么未知的东西操控着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夫妻二人交换定情信物，送入洞房。只见新娘从鲜红的袖子里伸出一只惨白无色的手，递过来一枚鸳鸯玉佩。我哪有什么定情信物啊？陈哥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，最终从怀里摸出影子天使送给他的黑色牌子。这玩意儿不能送人啊！大姐，换个东西行不行？新娘好像听懂了陈哥的话，竟然真的将黑色牌子还回去了。陈哥再次从身上摸出一个东西，竟然是手枪。礼成，夫妻二人入洞房。陈哥只感觉自己的手脚轻飘飘的，根本用不上力气，就这样飘到旁边的婚房里。叶雨露在下面大喊大叫，但陈哥却听不见叶雨露的声音。为了离开鬼村，
末日爆发前几百年就存在，里面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，杀不死，灭不了。其实地球上隐藏着很多秘密，人类对地球的探索不过是冰山一角。他们很久之前就开始窥探地球，这次末日不过是一个契机。他们是谁？我只能告诉你，生命本身就是奇迹。至于那个村子，我用科学的角度给你解释。那个村子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磁场，会吸收附近人的灵魂，只要被吸住，就再也走不了了。想要脱离，必须把这个磁场破掉。叶雨露心中别提有多震撼了。这个村子的形成居然和末日无关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咱们两个在科研基地只是见过一面，并没有太深的交情。当然是有事要求你。如果你能安全离开村子，一路向东走，在未来的某个阶段，你们会遇见一个女孩，叫诸葛柔，她是我女儿，今年20岁，一定要救她。她拥有和我同样的能力，如果有她在，说不定人类还有一线生机。诸葛柔这个名字我记住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如何破村子的磁场。诸葛慈嘴唇微微一动，西北的声音牢牢印在叶雨露脑子里。不好，他来了！叶博士，拜托你了，一定要救我女儿！叶雨露也在这一刻猛吸一口气，从梦境中脱离。诸葛慈，我要是能活着出去，肯定首页去救你女儿，但你可千万不要坑我。说完，叶雨露找了把大铁锹往后院的坟场跑去。深更半夜，女人拿着大铁锹刨别人家的祖坟，还把里面的尸体扔在一边，自己躺了进去。女人之所以这么做，其实是为了救深陷洞房的同伴。原来他们来到了一个鬼村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必须破坏这里的阵眼，而破坏阵眼的唯一办法，就替死者在这口棺材中躺一夜。诸葛慈，我可都是按照你说的去做了。如果我不能活着离开，变成鬼，也要找你算账。与此同时，陈哥壮着胆子将新娘的红盖头掀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十分清秀的脸。但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，这张脸的眼睛和嘴巴被人用针线缝上。新娘突然伸手抓住陈哥的手，陈哥不知为何感觉身体急速下坠，仿佛脚下是无底深渊，刹那间一片昏黑。我这是到了地狱吧？一幅幅不属于陈哥的记忆涌入脑中。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。女儿啊，妈求你了，为了你弟弟能有钱娶媳妇，你就委屈嫁给村长的儿子吧。你们骗我！村长的儿子早就病逝了，这婚是冥婚。不要啊！我好疼，我好冷，我好怕。我陈哥一个哆嗦回到了现实。这一次真看见了个了不得的东西。怕个毛啊！人最终不就是一死吗？此时红姐姐在她眼中已经没那么恐怖了，看得久了还有点眉清目秀。你眼睛和嘴不疼吗？我帮你把线拆下来怎么样？红姐姐从袖子里递过来一把剪刀。你都准备好了？陈哥也不矫情，轻轻地把红姐姐眼睛嘴巴上的线拆下来。你当初最大的心结就是想找个盖世英雄当老公，我老陈也不知道算不算英雄。总之咱们也拜堂了，你的心愿也结了，是不是该放我走了？红姐姐没说话，只是在恍惚之间，红姐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陈哥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婚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向外看，阳光普照，明媚满天。另一边，真的行，还以为诸葛慈在忽悠我，没想到真的破阵了。推开棺材，就在外面，叶雨露看见陈哥的看着他。早上好，你怎么想到睡西人的地方？年纪轻轻，别这么想不开。你以为我想睡在这儿，不都是为了救你吗？叶雨露简单讲述了下诸葛慈教他怎么样解除阵眼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。那接下来咱们现在应该往哪走？往东走。诸葛慈说，一直往东能找到他女儿，那姑娘叫诸葛柔，和他一样拥有遥视能力。如果能加入我们，有莫大的好处。陈哥看着放在棺材外面的2具尸骨，长叹一口气。要不咱们把他们埋回去？别埋了，他不喜欢棺材。你呀，多晒晒太阳，补钙。叶雨露看着陈哥和1具尸骨说话，后背发凉。陈哥对着尸骨拜了2下，随后带着叶雨露离开。
他们刚刚离开红灯笼村，村子如同梦幻泡影一样消失。走了1个小时以后，陈哥看见前方有2个人影，走近一看，这2个人竟然是林川和他的一个战友。林川，老陈、叶博士，你们还活着？林川，我还以为你完犊子了。当初从科研基地逃出来的时候，陈哥并没有看见林川，还以为他挂了。林川，你是怎么杀出来的？你是不是忘了我还有那个面具？面具会吞噬人的情感。老陈，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去恐惧，我的恐惧没了。恐惧没了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叶雨露却皱起眉头。恐惧虽然是负面情绪，但也是人体情绪组成的一部分。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感觉不到恐惧，说不定情绪调节系统会出问题。老陈，你看见我们连长了吗？陆军应该是想办法跑了。你放心，你们连长厉害着呢，咱们不用担心他。陈哥虽然心里也没底，但现在总要给大家一个希望。你们准备往哪走？一路往东，有高人指点说往东走有美女。那好，大家一起往东走，一路走到天黑，他们4个终于脱离山林的范围。再往前看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。天黑了，咱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。 4人吃饱喝足，围成一圈，躺在地上休息。可就在这时，黑暗中出现了4个相框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将4个人分别吸入相框中。为了逃出无尽黑暗，男人与女人拼尽全身力气狂奔。然而他们未曾察觉，自己早已沦为画家笔下的囚徒。所有挣扎与逃亡，在这幅静止的画里，都不过是徒劳的自我消耗。 叶雨露、林川、李一环，你们3个跑哪儿去了？能不能听见？听见的话吱一声。陈哥顺着荆棘墙不停往前走，很快他发现荆棘墙并不是直线，而是横七竖八、乱七八糟。这是个迷宫。哼，雕虫小技！只要我顺着一个方向一直往前走，肯定能走出去。陈哥拿着黑剑，轻松把旁边的荆棘墙砍得粉碎，大步向前。但就在这时，陈哥看见正前方的墙里居然裹着一具尸体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李环。陈哥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警惕地后退2步。突然，李环的肚子破开一个洞，从里面钻出许多荆棘。这些荆棘聚在一起，片刻之后，竟然凝聚成一个人形。你能听懂我的话吧？还剩2人，被你抓哪去了？荆棘魔女看见陈哥对她说话，伸手拿出一个荆棘围成的戒指递过去。陈哥一皱眉，难道最近这段时间自己命犯桃花劫，怎么都是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看上自己了？陈哥眼神无意中扫过李环的手指，发现他的手指上有伤痕。 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李环就是这么中招的吗？先是摆出一副可爱少女的姿态，递上戒指，但只要一戴上戒指，戒指上的荆棘马上就会钻进人体内，入肉生根，吞噬人的5脏6腑。荆棘魔女气急败坏，随后双臂一动，整座迷宫都开始震动。陈哥伸手抓住鲨鱼皮，立刻来到地下。 这种东西恢复能力超强，但是对付这样的怪物不是没有办法。陈哥背包里还有半截火把，跳出地面点燃火把，一把火枪扔在荆棘丛里，瞬间火光蔓延，整个荆棘丛都烧了起来。荆棘魔女熄了以后，这片迷宫开始消失。正当陈哥以为可以出去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象又再一次发生变化，青山绿水，阳光明媚，却阴雨连绵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哪？这也太古怪了吧！ 陈哥额头上全都是冷汗，他最怕的就是遇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突然，陈哥听到什么地方传来一个笑声，谁在笑？陈哥警惕地看着四周，可下一秒，眼前的景色竟然在他面前发生变化。原本的太阳雨突然停了，改成下雪，气温骤降到零下30度，刮过来的哪是风，那明明是冰刀。陈哥只觉得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刀割一样剧痛，但片刻之后又不疼了，已经冻得麻木了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牙齿不停打颤，再过一会儿，恐怕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了。没想到我老陈没吸在影子天使手里，没吸在肉太岁手里，最终竟然吸得这么莫名其妙。陈哥都做好必死的准备了，突然他脑袋撞到一个东西，伸手去摸，他发现前方有一堵墙，自己看不见却摸得着。我现在摸到的地方，会不会是这个世界的边缘？不管前面是什么东西，先给他来一剑。 陈哥看见面前的空间竟然出现一道裂痕，从裂痕那边传来一股热气。陈哥感觉自己来到天堂一样，想都没想就跳下去。等到陈哥再次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，陈哥立刻挣扎着站起来，环视四周。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惊呆了：一个类人形生物正坐在不远处，手中拿着一根画笔，面前放着一幅画，画里飘着漫天大雪，画卷上还有一处裂口，那就是陈哥离开的证明。原来如此。 你把我们封印在画里了，孙贼过来跟爷爷单挑！
为了躲避男人的攻击，怪物竟然钻进了自己画里，更是在画中竖起自己中指，嘲讽男人进不来。在怪物看来，这个世界的任何武器都绝无可能打破这幅画。可下一秒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男人手中的黑刀竟直接将画斩断。原来男人的刀竟然是更高文明世界的武器。原来如此，只有从外面破坏的话，里面的那个世界就会消失。陈哥看见被困在沙漠里的叶雨露和被困在雨林中的林川，他二话不说举起手里的剑，直接把这两幅画砍得稀碎。世界消失，叶雨露和林川再次回到现实世界中。画师面对三人并不慌张，他的手指就是画笔，手指在空中随意挥洒，居然在半空中画了个怪兽。都得死！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居然可以随意创造生命。画师的能力虽然很强，但并不是无敌的。画出来的东西也都有血肉之躯，只要是有实体的东西，就没有这把剑砍不了的。手中的画笔继续勾勒，这次出现的并不是凶猛的怪物，而是一只灰毛老鼠。家人们，这对手简直就是现实版神笔马良啊！他画出来的东西居然都能变成真的，全程也就消耗几滴墨水而已。我一个战士跟这种召唤师对线，根本没半点胜算。等我的辅助上线，帮我创造了一次近身的机会，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近身开大招，一顿输出。家人们，看我操作！陈哥立刻伸手抓住鲨鱼皮，直接缩到地下，准备擒贼先擒王。画师大笔一挥，画了一条巨大的蠕虫，蠕虫直接跳到土里，开始和陈哥搏斗。陈哥脸色难看，在地下不停躲闪，根本就没法进画师的身。而且画师开始大量画这些蠕虫，可能是感觉这些巨型蠕虫很可爱。突然地表传来叶雨露的尖叫声，陈哥顾不上这些大虫子，直接从地下跳出来。老鼠越来越多，根本就抓不完。再这样下去，几分钟的时间，所有人都会被老鼠啃成白骨。陈哥，如果你没别的办法，木兰失去一种情绪固然很痛苦，但怎么也比死了强。林川用手按着自己心脏，突然他脸上浮现一个面具。林川最终还是发动了自己的能力，这次他失去了愤怒的情绪，这次我获得的是爆破的力量。林川手往前轻轻一伸，半径10米之内，所有怪物和老鼠直接被炸成碎肉，飞得满天都是。厉害了，老铁！老陈还能动吗？恐怕需要你那把剑的力量。没问题。二人同时向着画师冲过去，隐藏在地面之下的巨型蠕虫纷纷跳出来，但只要出现在林川的视野范围内，身体就会纷纷爆炸。我的能力好像对画师没作用。没关系，只要让我接近他，一瞬间就够了。生死成败在此一举，画出来的怪物已经被清理光了，现在画师身前一个挡箭牌都没有。知道召唤被狂战近身是什么命运吗？林川全力对画师发动爆破能力，就算不能伤到他，也要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但仅仅一刹那，林川的身体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击飞。林川脸上的面具突然脱落，面具上出现3条裂痕。老陈，小心，他不只是画画这么简单。此时陈哥已经冲到画师面前，生死就在一瞬，陈哥绝不允许自己失败。但就在这时，陈哥感觉有什么东西以极重的力道轰在自己身上。空间实体化是空间实体化，那才是他真正的能力。画画只不过是指能力延伸的一部分，他可以将虚无缥缈的空间具象化。画师举起手，只要他的手往下一落，实体化的空间会把陈哥压成肉泥。可就在这一刹那，画师猛然回头，只见不远处站着一抹红色的身影，无法理解，无法分析，无法观测，美丽却又极度危险。画师突然回首，铺天盖地的画纸从他掌心飞出来，只要被一张画纸碰到，红姐姐就会被封印在画纸空间里。但就是那么一眨眼功夫，林川哭的心都有了。原本他以为画师已经很离谱了，轻松打破自己的面具，碾压在场所有人。结果现在来了个更厉害的，画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领盒饭了。我们还要再挣扎一下吗？这新娘子到底是谁啊？你问陈哥他的老婆啊？哥，你在哪娶的老婆？能不能给我也介绍一个？陈哥艰难站起来，他也没想到最后关头竟然是红姐姐救他一命。一时之间，陈哥的心情也十分复杂。刚准备道谢，突然陈哥感觉眼前一黑，直接倒在地上。叶雨露立刻跑过去查看陈哥的伤势，结果一搭陈哥的脉搏，发现陈哥不是昏过去了，他死了。
那小胖子了。小胖子的战斗力虽然不高，但分析情报的能力太强了。叶雨露在知识储备方面虽然很厉害，但在决断层面远远比不上胖子。林川，你能不能想办法联系到陆军他们？你身上应该有对讲机吧？没信号。我倒是有点想法，人想要活下去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吃饭。没错，吃饭。最容易找到食物的地方是城市里的超市。我记得你们当初说过，是通过地图找到北华山的。如果我是胖子或者陆军，肯定会去距离这最近的城市或者城镇。距离我们最近的城镇在哪个方向？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在北华山的正东方向。我们只要顺着日出的方向走，就算找不到连长他们，再不济也能找到城镇。三人稍作休息，便启程出发。叶雨露一言不发，没想到最后还是往东走。走了3个小时，他们终于来到一个小镇。三人决定先去小镇的超市找下线索，顺便收集物资。陈哥看见在超市的墙壁上有几道划痕，他立刻走过去仔细检查，图案上面是一个大拇指，这是他和小胖子约定好的暗号，代表安全。小胖子来过这儿，而且还留下过暗号，太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在收银台上放着一个硕大的包裹，陈哥激动地打开包裹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物资。胖子，我爱死你了！包里还有一张地图，地图上有个地点，被红色的记号笔画了个圈，旁边还写了一行小字：如果你是陈哥，我们在那儿等你。陈哥把枪和蜘蛛剑都交给林川，不管怎么说也是正规军人，战斗力比叶雨露强多了。你怎么也给我个东西防身吧？陈哥递过去一把从超市里找的水果刀，叶雨露眨眨眼，还是把水果刀收起来了。3个人洗漱了一下，在一家服装店找到了几件衣服，换上了新衣，准备离开小镇。铁子们，看看我发现了什么！我建议3个人一人踩1个小时。不是这个，我也要踩，我可是为了偷懒才弄了这辆3轮车的。妇女能顶半边天。现在提倡男女平等。不是，你们2个，你们……为了防止你偷懒，我们决定让你先蹬1个小时。好，你们2个干得好啊！不用夸我们，我们。大家评评理，这明明是我们家的牛，可这些村民却拦着不让我们带走，还非要我们拿出证据证明牛是自家的。别看他们有几十号人，我们这边算下来也就2.5个人，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会武功，真要是起了冲突，最后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你们干什么的？凭什么牵走我们的牛？你们的牛，你叫一声，他答应吗？你们这不是强词夺理吗？我叫他，他就答应。黄哥，老黄抬头看见陈哥，猛地叫了一声，一路小跑来到陈哥面前。营地里面这些人都傻眼了。就在昨天晚上，这些人遭遇了怪物袭击，怪物是一只会飞老虎，村里的人死伤惨重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在劫难逃的时候，路过的老黄一道激光把怪物直接嘎掉了。这些人很快意识到，这肯定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礼物，这头牛就是神，是他们的守护神，还在极短的时间里搞出个黄牛神教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3个人把牛神带走。营帐里的女人慢慢后退，男人们都拿起各种自制武器，林川直接掏出手枪。
一大排人全都跪下。大哥，你有枪，你早拿出来啊！我们何苦和你多费口舌？早就给你跪下了。不过一帮人里总有几个那么不怕死的。他一把枪7颗子弹，咱们这里20几个人怕什么？都站起来，把这些个王八蛋弄死！一把枪7颗子弹可能无法震慑20个人，但一把枪6颗子弹绝对可以震慑19个人。陈哥发现这只怪兽的2颗利齿在阳光下微微闪烁，他拔出黑剑，把这2颗牙撬起来。你们一直往西走，有个小镇，还算是安全。小镇里面也有不少物资，你们可以暂时去那里落脚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也不想赶尽杀绝。能遇到人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陈哥拿着怪兽的牙齿，带着老黄直接离开。咱们这里没医生啊！如果不快点给他止血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……黄毛触怒神使，这是他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神使不是已经给咱们指明方向了吗？西方有个小镇子，我们可以暂时落脚。至于黄毛，我们的粮食快吃完了。在场的每个人都不寒而栗，却没有一个人反驳。等等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住手！救命！聚集地之后发生的事情，陈哥他们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也不想管，尊重他人命运。陈哥把这2颗牙齿打磨成匕首的形状，其中一把递给叶雨露。你不是一直嚷嚷自己没有一把武器吗？这个给你。林川，这把送给你。我这装备都够多的了，你留着吧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。就在这时，林川腰间的对讲机突然发出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喂，有人吗？能听到吗？”对讲机能用啊。可是对讲机是关着的，我根本就没开机。气氛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，对讲机又响了。有人吗？听到请回答。陈哥伸手把对讲机拿过去，卯足了劲儿，对着远处的草丛甩过去。这下好了，眼见心不烦。我们接到消息，就在你们3公里，前往救援。只见刚才被陈哥丢出去的对讲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摆在马路上。3公里外，你敢不敢说明白，到底是在哪个方向？不对，现在更重要是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，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系。这个对讲机到底是怎么回来的？叶雨露感觉后背发凉，伸手拽住陈哥的袖子，却发现陈哥出乎意料的冷静。看看地图，这附近有没有城镇，我们过去对付一宿。你心咋这么大？我们都要被怪物缠上了，你还想着去睡觉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这一路时时刻刻小心翼翼，但这些劫难，咱们躲过一次了吗？对面那个，我不知道你谁，有本事就来我面前，咱们比划比划，没这本事就别在这吓人。正在支援，距离2公里，比刚才近了足1公里。陈哥拿起黑剑，直接把对讲机砍得粉碎。为了确保这玩意儿不再缠着他们，陈哥把这些砍得粉碎的电子元件一把火都烧了，空气中散发着烧塑料的焦臭味。3人一扭，继续往前走，前面就是村庄，一片死寂，没有一点动静。3人来到屋子里准备休息，将房间整理干净之后，准备在这里过夜。突然，那个对讲机的声音又在陈哥耳边响起：正在前往支援，距离1公里，正在支援，距离0.5公里，正在支援100米、50米、10米。这时声音戛然而止，陈哥紧张的咽了口唾沫。陈哥双手握着黑剑，没有丝毫犹豫，转身一剑，结果身后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空气中传来电流被干扰的声音。怎么了？我总感觉不太对劲，要不咱们还是快点走吧。结果3个人向外一看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陈哥不敢置信的揉揉眼睛，现在应该只有4点多，夏天的4点多是不可能黑天的。按常理来说，最少要3个小时才会天黑。老林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已经7点半了。啥？7点半？你逗我呢？怎么可能7点半？我们来的时候才3点45，我一来一回绝对不超过5分钟。现在最多也只有3点50，怎么可能7点半了？你是不是发高烧了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们来这已经3个多小时了，你看房间我都收拾出来了。陈哥转头看向房间，原本稀烂的床板已经被叶雨露扔出去了，旁边还有一些柴火，准备引火做饭。陈哥不敢有丝毫隐瞒，立即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突然失去了3个小时的记忆？对了，我不记得这3个小时发生什么。你们呢？在这3个小时里面，你们没看见我吗？当然看见你了，这3个小时你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没分开过呀。到底是我的记忆出现混乱，还是你们的记忆逐渐混乱？陈哥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那个怪物已经对他们发动一次进攻，只不过他们所有人都没意识到。叶雨露，你站着别动。哦，妈呀！旁边还有人呢。你有病啊！叫我干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些是不是我的幻觉？我看你疼那么真实，应该不是幻觉。
原来男人看见墙上有4个人的影子，可是屋里明明只有3个人。更诡异的是，那道多出来的影子竟还能发出嘎嘎嘎的怪笑，尖细的声音在空屋里飘着，听得人后颈发僵。陈哥把黑剑当成标枪刺向墙壁。我们被什么东西给缠上了？无论如何，必须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叶雨露一脸担忧地看着外面，现在房间外面漆黑一片，一点光亮都没有。如果在这种环境下的攻击会变得更危险。林川一言不发，默默地收拾东西，不到1分钟就收拾完了，骑着车牵着牛准备离开这。我记得顺着这条土路，最多走10分钟就能来到之前的公路上。陈哥玩命地骑车，在黑暗中，时间概念会变模糊，也不知道3人跑了多久。陈哥无意中一抬头，看见远处有一点点火光。哪儿来的火光？怎么办？往前还是往后？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不管前面那玩意儿是什么，去看看吧。陈哥深吸一口气，继续等车。不可能！他们眼前出现的居然是之前生火做饭的小房间，他们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。果然，这东西既然盯上我们了，就不会这么轻易放我们离开。既然躲不开了，干他丫的！3个人轻轻走进之前的小房子。你们说，咱们是不是遇到鬼打墙了？我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说过一个故事，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头在不远处的镇子上上夜班，凌晨2点多下班以后骑车回家，途经一片坟地，结果发现他不管怎么骑都离不开这片坟地，一直拖到天亮才找到回家的路。我们是不是也得等天亮？但你确定一直跟着我们的东西能让我们活到天亮？3个人围着火堆又坐下了，而就在此时，多出来的那条影子再次出现。你来了，我很高兴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？我们可以谈谈。这只怪物和之前遇到的大多数怪物都不一样，这只怪物能和人类交流，如果能够友善交流，说不定可以免去战斗。我要你们吸。你做梦！只要天亮，我们就能离开这儿。我看到时候你怎么办？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了。陈哥3人脸色凝重。叶一路，一个生物如果能够控制太阳，我们和他打起来有胜算吗？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生物能控制太阳，我现在就给他跪下磕头。那是恒星，你知道能控制一颗恒星代表着什么吗？他要是真的能控制一颗恒星，还用得着在这装神弄鬼的吓唬咱们？叶雨露说着说着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，似乎想到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他说的对，我们可能再也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。你刚才不还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控制恒星的生物吗？陈哥，我想到一种可能，你千万不要害怕。陈哥，你认为你看见的世界是真正的世界吗？你敢说得明白点吗？从生物学角度来说，人的一切身体机能都是为了大脑服务。我们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都是为大脑服务。如果我们的大脑出现混乱，这些感觉也会出现偏差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叶博士的意思是说，不是我们走不出去这片稻田，是我们的大脑被控制了。没错，人类依靠眼睛、鼻子、耳朵等器官接受信息，而大脑负责处理信息，再将处理以后的信息反馈给我们身体。但如果负责处理信息的大脑出现问题，我们看见的、听见的一切都有可能是假的。那个怪物说，太阳不会再升起了，并不是说它有能力控制太阳，而是控制住了我们的大脑。可能我们现在就在阳光之下，但我们的大脑告诉身体，这是在一片黑暗之中。在我们看来，这就是一片黑暗。陈哥，这次我们真的出不去了。陈哥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看到的东西是假的。叶雨露，你就说我们现在怎么才能破局？破局？是啊，怎么才能破局？整个空间突然陷入绝对的黑暗之中，就连眼前的篝火都彻底不见。叶雨露心中的恐惧已经到了极限，同时陈哥的眼前也是一片黑暗。人对黑暗有天生的恐惧，陈哥也一样，他也害怕黑暗中隐藏着什么东西。他心中的恐惧也很快到了极限。但有的人恐惧到极限会沉沦，有的人恐惧到极限会转化为极限的愤怒。这一刹那，陈哥的情绪到达一种无我的状态，除了极限的愤怒以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也就是这一瞬间，陈哥看见了光，就是这一丝阳光，让陈哥抓住一丝希望，瞬间冲破黑暗牢笼。但映入眼帘的一幕，让陈哥几乎窒息。叶雨露双目无神地盯着房顶，似乎魂丢了。而林传明明已经把主角团拿捏得稳稳的，我正暗自得意，胜权在握，却突然冒出一头黄牛。谁能想到他毫无铺垫，上来就开大撞我，那一下直接让我撞得七魂少了6魄，晕头转向。什么妖怪？不是温顺的食草动物吗？你家食草动物能以超音速移动？而就在10分钟前，陈哥不敢相信林川竟然就这么吸了，自己甚至一点都没发觉。满屋的刺鼻血腥和头顶的太阳告诉陈哥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我一直在研究你们人类，你们很有意思，明明思维很发达，但身体却很孱弱。要知道，放眼我们的世界，这也是非常罕见的。陈哥脸色发白，这个怪物竟然说话了。我不是说你们的语言，我可以通过脑电波直接交流，也可以直接读取你的思维和记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攻击我们？你可以叫我脑魔，我能控制生物的思维和脑电波。我们见面的一瞬间，你们就已经被我控制了。当然，我也不是无敌的。你们的负面情绪越多，我控制起来越容易。你就这么把你的能力告诉我了，不怕我反革你？陈哥还以为敌我双方一见面就开始解说自己能力的事儿，只有电影和动漫里才能看见，没想到现实中也有。无所谓，我不在乎。你不会真以为你我站在同一个层次吧？对了，你的这个同伴，他的负面情绪少很多，控制起来有点吃力，所以我就直接把他嘎了。陈哥双手紧紧握着黑剑，警惕地看着脑魔。我读取了旁边那个磁性的记忆，你们人类文明发展得很快，你确定要用几百年前的冷兵器和我战斗？脑魔话音刚落，陈哥已经冲上去，手起剑落。呵呵，就这啥玩意儿啊？他读过夜雨录的记忆，人类文明的确有些武器能伤到他，但不多。可陈哥手里这把武器怎么看都是个冷兵器，没理由能伤到自己啊！不对，这不是你们人类锻造的武器，让我重新读一下你的记忆。陈哥感觉全身上下一片冰冷，被人看得通透，就连小时候的记忆都被翻出来了。竟然读不到，有更高等的文明构建了思维壁垒。陈哥陷入一片黑暗中，他知道并不是自己看不见了，而是对方控制了自己大脑关于视觉的部分。突然，陈哥腹部剧痛，人倒飞出去，好几米远。别挣扎了，你很有价值，我不想杀你。一股巨力轰在陈哥身上，陈哥瞬间失去意识。人终究还是人类，人是有极限的。他并没有嘎了陈哥和叶雨露这两个人类，他留着还有用。就在脑魔准备带着二人离开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牛叫声。脑魔回头看着老黄，根据叶雨露这个生物学家的记忆，这种生物叫黄牛，是一种温顺的食草动物，没有任何危险。脑魔大脑快要宕机了。什么妖怪？不是温顺的食草动物吗？你家食草动物能以超音速移动？脑魔瞬间发动自己的能力，准备控制老黄的大脑，但他的能力发动前提是被控制者必须出现负面情绪。而老黄作为一头牛，他的思维很简单，这玩意打不过我，不用怕他，干他就完了。老黄双眼散发出炙热光线，两道炙热的光线从老黄的双眼射出，脑魔抱着头乱跑。惹不起，我还跑不起吗？老魔的身体突然就像玻璃一样破碎，融化在稻田地里。老黄好奇地过去看看，并没意识到这是所谓的障眼法。真正的脑魔已经带着完全昏迷的陈哥和叶雨露偷偷溜走了。等老黄反应过来，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顿时牛脾气上来了。你把我小弟带走了，以后谁给我割嫩草也吃？孙贼，我记住你啊，从今往后曾不死不休。这地方
非让你停业整顿不可。猪头人玩味地打量陈哥和叶雨露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人类的品格是不是很高尚，愿意为了别人牺牲自己？陈哥和叶雨露没搞明白对方的意思，但现在只能顺着猪头人的话说。是，我们人类都是非常高尚的，在我们的历史中，很多人都会牺牲自己来成全更多的人。猪头人笑了，笑得非常狰狞。老陈，赤手空拳，你打得过他吗？没把握。叶雨露轻轻拽了一下陈哥的袖子，递过去一个东西。陈哥低头一看，发现竟然是之前用怪物牙齿磨成的匕首。可能这些东西在脑魔眼中太垃圾了，搜身的时候并没有没收。这2碗肉汤，一个是用猪熬的，一个是用人熬的，你们1人1碗，谁喝到人熬的汤，就现在就把他宰了。如果谁喝到猪肉熬的汤，我就再留他1天。如果有个人同时喝了2碗汤怎么样？那我现在就嘎了他，但另外一个人我会留他一命。没问题，但是你看铁笼子太小了，碗都拿不进来，你把笼子打开，反正我们也跑不了。有道理。猪头人本能的以为叶雨露和陈哥和之前那些人类一样没啥用，竟然真的把笼子打开了。好了，选吧，一会儿这2个人会上演一出怎样的苦情大戏呢？叶雨露，这一路走来多谢你照顾，你再照顾我一次吧，把这2碗汤都喝了，给我搏一条生路。老陈，枉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竟然这么对我，我实在太失望了。难道你就对我没一点点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我，你就把汤都喝了。我不喜欢你，你马上给我把2碗汤都喝了。陈哥，你有没有人性？快点给我喝！猪头人诡异地看着眼前2个人类，为什么和传说之中的不一样？不是说人类都是高尚的吗？你们2个快点，再不喝汤的话，我把你们2个都嘎了。突然，叶雨露猛地将手中的肉汤扔了出去，猪头人怒吼一声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第2个碗再次砸过来。你们竟然敢！陈哥手腕一翻，白骨匕首。都什么时候？快说！之前你说过，脑魔的能力是通过人的负面情绪影响人的大脑。我有个办法，我不瞒着你，我打算将你催眠，让你进入一种无我的状态，说不定能对抗脑魔的能力。你有把握吗？没有，但如果失败了，咱们2个必死无疑。我要赌一把。没别的办法吧？你有把握从脑魔手下逃走吗？陈哥没说话，脑魔肯定有办法能定位他们的位置。当初脑魔距离他们有3公里，可是很快就能找到他们。凭2条腿，不可能从脑魔手下逃生。好，与其和兔子一样躲躲藏藏，不如拼死一搏。怕吗？有点。不要怕，如果你死了，地狱路上我陪你一起。陈哥看着叶雨露，突然大脑灵光一闪，他一直把叶雨露当成疯婆子和憨批看待的，可是这女人现在竟然愿意和他同生共死。难道他要把我当成实验品？我会设置一个心理暗示，只要我在你耳边说出那2个字，你就会从催眠状态退出来。叶雨露紧张地看着陈哥，其实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生死之间只能拼死一搏。陈哥喝了2小口药剂，没到5秒意识就开始恍惚。
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怕，记住脑魔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干那个王八蛋。建筑物的大门被打开，脑魔从外面走进来，一眼就看见逃脱的叶雨露和陈哥。看样子我还是小看你们了。突然，一直坐在椅子上的陈哥站起来了，直勾勾地盯着脑魔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还嫌自己挨的打不够多吗？能力发动。啊！你